谢谢大家，感谢，的确非常有热情啊，真的。去年录完节目之后呢，别人看见我也不管我说什么猴啊什么之类的，他们看见我就会喊一句话，就喊。这些呢是一些比较让我开心的转变，还有一些是让我感觉比较尴尬的。就比如我们这些演员会参加一些平常不会去的活动，类似于像什么扫楼啊之类的这种，他们给我们每一个人配5个保安。我第一次去都懵了，我一到那儿看5个保安就站那儿，我一进去我就说第一句话，我说我错了，我到那儿我一进去，我看着那保安大哥，我非常认真，我说啊，保安大哥。你一天挣多少钱呀？他看着我，彪。我说啊，他说保镖。我说好，了解。那大哥，请问你这个保安跟保镖有什么区别呢？他说保镖啊是啪，啊，保安是我说好。当时呢，我已经想好了，因为以前我在电视上看过那些什么艺人出来扫楼，所有人都非常疯狂，然后一上来就又抓你又挠你什么之类的，然后保安就拦着，我都想好了，我计划好了，只要一出去啊，所有的那些脱口秀观众在这个扫楼的时候特别疯狂，保安只要一拦我们的粉丝，我就看着保安，我说别把我粉丝，别把我粉丝。好吗？你动我粉丝翅膀，我必回你天堂。我都想好了，完了之后粉丝看着我说：“哎呀，付航好霸气啊！”第一个热搜，付航霸气护粉，我都已经完全想好了。然后保安呢，因为我一拉他一个踉跄，但是我一把我又拉住保安，我说我不光保护粉丝，我也保护你。第2个热搜，保安保护保镖。我计划的特别好，但是没想到，我一出去，所有的那些脱口秀观众就异常冷静。我小鹿门枪，我们几个刚一出去，我还走第一个，我看着那个观众，我说合影吗？他说不方便。我说那咱们往前走吧。那保安大哥特别专业，他就是这边是空气啊。他拦了2下空气，他这样拦2下空气。我说保安大哥，咱们就是太尴尬了，拦空气。我不让你拦，你就先别拦了。他说行。然后我们就往前走，走到一个拐角，突然蹦出来一个人，然后拿一根香蕉，掰开了，吃。那根香蕉就伸到我嘴边，距离我的嘴只有0.01公分，1/4炷香之后，我将会吃下那根香蕉。当时我面带微笑，我非常开心，我看着他，然后我看着那个保安，我说这拦一下。我说你拦一下啊！那保安哦，知道了，付航不许吃香蕉啊！我说拦他。所以说我录完节目之后，我的人生真的没有什么改变，但是其他人对我的态度完全就不一样了。我有的朋友，小学同学10几年没见那种，他们一喝酒就给我打电话，就喝多了，喂，付航，让刘德华给我出一个祝福视频。我说我不认识刘德华，他就跟我说，哎，我在酒局上，我那个，哎，帮我圆一下。我说行吧，我说实在行，我行，那我把电话给华哥。然后我说啊，华哥给你电话。然后等了好久，终于等到今天。你好，我係劉德華，就干这种事儿。还有一些什么亲戚之类的，过节的时候会把孩子推到我面前，就是把一个小男孩就这么高，然后对，学呀，你不是喜欢吗？学呀。那小孩去，拍身。不是，行了，别拍着。
你喜不喜欢？你说实话，孩子，你喜不喜欢？我也不知道，我不知道自己适合什么。我一想，真的是，其实我们很多人，我其实从小到现在，我真的不知道自己特别适合什么。小的时候就是什么流行学什么，我是一个数学的纯学渣，就是100以内的加减法，我得算2、3分钟，就是空算，但我不是智障啊。那个女孩看出来了。其实呢，我数学这么差，但是那时候特别流行一个叫速算的补课班，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对对对，在大街上面有发小广告的那种，就是过来就说，哎，家长，你的儿子是速算天才，愿意来上一节体验课吗？我爸说不去。是免费的，那不早说。这带着我就去了。我第一次去上那个速算体验课，我永远忘不了。速算就是老师出一个非常难的题，特别难，几千加几千乘以10几，然后孩子呢不拿纸算，也不拿脑子算，拿手算，然后嘴里还嘟囔着，算起来就是这。真的这样。我当时第一次被我爸带过去，我在门口看。一排小朋友就跟那儿，我一直以为我爸给我报了一个骰子培训班，就是看开你喝，我只以为这样，我都不知道学什么。我爸说学进去学，然后我就学了1节课，老师呢要考验我们的学习成果。就问其他同学，老师跟打了鸡血一样。刘子欢，那小孩，3355667加553321乘以15多少？那小孩好。33551144553315，好，宝贝儿，请坐。富豪，我说到。3355661加775337乘以15多少？我说好。老师说别让孩子算，再给孩子算死了。所有同学就过来拦我，我说别了，不算呢。当时同学走了，老师都走了，我还算。我一直算，因为我一直知道，我从小就知道，只要我没给出答案之前，没人能评判我的对错。后面还有一句话，就像我的人生一样。爱死你们了！当时呢，我自己学完了也感觉自己特别厉害。然后我出来，我爸你知道那时候的家长他不管你喜不喜欢，他就问你会不会。我爸跟门口抽烟，会了吗？我说这简单啊，我这有手就会这个。我说你摇你也会，这谁都会这。好儿子，回学校试试。我说没问题。到学校，其他同学做数学考试。他们有演算纸嘛？非常认真，就在那儿算。我不用啊。我就这么算。同学看我，老师我害怕。你怕个屁！你怕？你不算。老师从远处就走过来说：“哎，这哪班的？这个是？哎，这是哪班的？哎，孩子，哎，孩子，你干嘛呢？孩子，你不会做，给你奶奶叫下来，你也不会。
我说我算呢，我不是召唤呢。啊，他就把这个事儿就反映给我父母了，我父母就不让我学这个，我特别开心，因为我小的时候就是那样，我觉得今天没有作业我就特开心，我觉得人生没有烦恼，就感觉后面都没有烦恼了，但是烦恼永远是一个接一个的。学校里边虽然我们有补课班了，但是古惑仔又开始流行了啊，学校里边出现很多那种黄头发，完了之后抽根烟，就跟那儿这儿，那种高年级先学古惑仔，学完了拿我练。拿抽根烟就指我，就是哎，黑了吧唧的，过来。我小时候也比较天真，我说来了。我怎么了，哥哥？怎么了，哥哥？每天给我5块钱，要不然扇你大嘴巴。我说哎呦，真是个噩耗哎。我说你别给我幽默，每天给我5块钱。算算一个月给我多少？我说啊，还得算。他说：“你是 dancer 吗？”我说不是。他说：“你这支舞是献给我的吗？”我说不是，我这支舞是献给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还有包括这些参赛的朋友们，因为我自己内心里真的觉得什么天赋啊，什么魔王大王都是障眼法，我们要做的是打碎这一切。谢谢。大家好，我是付航。导演组太坏了，我在后面听啊，付航生育能力强，怎么安排的？所有人都说我是猴。其实挺酷的，但是现在我越来越痛苦，因为很多观众真的把我当猴。我坐动车过来，有一个观众认识我，看着我，哎，哎呀，好，我就这么跟他玩了5分钟，我觉得这事儿就结束了。我坐那儿，过了一会儿，我不知道他从哪儿过来，拿一根香蕉，他就这样剥完了吃。我说不吃，他说你飘了。凭什么长得像猴就得爱吃香蕉啊？我不爱吃香蕉，每一次演出观众都给我送好多香蕉，我每次都拿回家里给我亲戚吃。他们现在都说我的演出费是拿香蕉结算的。也正因此，我是家里最出风头的孩子，直到我的风头被我的 rapper 表弟全部抢走。rapper 大家喜欢，我看见我姥姥，我说姥姥好。我表弟说要 respect OG， 我说你管我姥姥叫 OG， 他说 damn bro， 我说啊，他说 damn bro damn， 我说等会儿，我说你这样是在干嘛呀？我不理解，但是我姥姥特别喜欢他，我姥姥就是给红包给红包给红包，他拿一个红包就给我表弟，我表弟哎。Get it, g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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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t。表哥 ，You feel me？ 我说，我 feel 你个屁呀！对呀，那帮 rapper 就是 You feel me？ 你都不知道他 feel 不 feel， 他先 feel 你。我当时，我就觉得太痛苦了，因为他把我的风头全都抢走了。但是他说 ，You can talk like me。我说 No，If I talk like 你。My mom 就会 give me a big 嘴巴，但是我还是暗自发誓，我要当 rapper。下一口进我嘴里的不会是香蕉，是什么？是说唱界新鲜的蛋糕。我没跟任何人说，我就买了一张票，看了一场演出，我挤到最前面，为了合群。上来第一个歌手一过来，哟，欢迎大家来了我 party， 哎，bang b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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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ng， 我就在那儿啊 b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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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ng， 我说买票了，别打了，他说 peace，
啊，然后他就开始炫富，他说不愿意跟你玩这些低级的游戏，因为出门就开我的私人飞机，私人飞机他这么开，翻崩了都翻了，我翻过。我特别不理解他炫富的歌词，为什么？因为跟我有什么关系？他上来说我的钱花不完，底下观众花不完，花不完，只有我一个人，给我点，给我点，凭什么？他开豪车，我看演出，我也是大专呀，我也是大专呀。他在台上他说我开法拉利，我说我也要。他说我穿进口上衣，我说我也要。他说我吃进口水果，我说不要。我再说一遍，我最恨香蕉，不要再给我香蕉。当时，第二个 rapper 上来比他第一个还有意思，他走的是那种文艺范儿 ，real， 就是真实、狠，带点文艺。上台第一句话就是要，我死了。不是刚才被枪打的不是我吗？他后面3秒说了一句话，我一辈子都忘不了。他说 ：“dance dance dance， 要 check it dance dance hip hop， 又给了我生命。”我说又活了，这个 respect。但是问题是什么？他后面有点太 real 了，先开始骂同行，你知道骂同行，我很乐意听，他不带任何指代啊。他后来骂了，开始骂观众，我就站在那儿，他说我不愿意为了钱给那些傻子表演。我说这里有我吗？我说那些傻瓜都不知道我在说他，我说有我。我太生气了，我说你也太狠了，你怎么这么狠呀？我就上网查了一下他线下演出，动我的兄弟都是世仇，我永远不会向综艺低头。一上综艺节目，谢谢评委老师给我的机会，我想跟吴镇宇老师学普通话。哎呀，当时我就发现，啊，风格太难找了，我还是先学动作吧。啊，动作非常简单，大家可以上网看啊，有详细的教学。第一个，大家学啊，第一个上来就是先搓手，啊，而且嘴得是就，那个就这样，哎，别人不看你就搓，啊，别人一看你，哎，快搓，啊，第二个动作是发钱，第三个动作是挡脸。我发现我真的当不了 rapper， 因为我做第一个动作，我一搓，我发现我不干净，我搓出好多皮脂腺分泌物，而且呢，我一这么搓，我就想这么搓。最恐怖的就是每次搓都有，但是我一下就明白后面2个动作为什么连在一起了。观众说谁的泥啊？我说不是我。朋友们，这不是我的泥，这是我的皮脂腺分泌。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好，我是付航。很多观众都说我是猴，这个其实挺好的，但是现在有点心理不平衡，因为其他的脱口秀演员一提起来都是什么学历高、文本好，观众都说我通人性。平台也玩梗，别人都是什么情感类、搞笑类、颜值类，我是灵长类。但是我还是觉得这个挺酷的，但是
有一些真正的困扰，真的让我感觉很不舒服，因为现在传的越来越邪乎，开始传我曾经咬过观众。我这个有点过分了。以前我演出的确有点疯狂，就是演出的时候老动不动啊，你大爷！我演过敬老院专场，那个时候我说大爷，一看你身体就非常的好，我要热场吗？大爷看着我，啊！我说大爷，我大一点声。这是一个快乐的演出，看完我的演出，把我的快乐带走，好不好？大爷说啊，我走了，给你带走。全场非常凉。演完之后，只有一个大爷支持我。我过去问他，我说大爷，是因为我不好笑吗？大爷说，首先是，其次啊，就是人到了这个岁数，有很多不开心的事儿。我每天看着我每一个子女手里拿着每一份遗嘱在打官司。我说每一份遗嘱，遗嘱不应该只有一份儿？他说小伙子你不懂，到我这个年纪，谁对我好，我随时给谁立一个。你好好演。我喜欢你的激情，看你演出比种地都累。你从小就这么有劲儿吗？不是，朋友们，小的时候我其实非常的内敛，非常的害羞。那个时候我英文有点天赋，有一次考了全班第一，所有同学都说我是抄的，我根本不管他们怎么看我，埋头苦学了1个月，考了全校第一，所有人对我的态度都改变了，他们都说我偷卷了，他们说我是二里庄神偷。我更内向了，直到我爸妈给我报了一个非常疯狂的英文培训。当时呢，也是一个老师，当时的主题是 passion， 就是激情。我坐在第一排，像你一样，有点害羞。老师走了，看着我，苹果的英文怎么说？我看着老师，我说 apple。老师看着我 ，Give me some passion。我说 banana。我以为我答错了。老师看着我 ，I say passion。我说大王饶命。老师看着我，老师看着我说：“孩子，看着老师的眼睛，这个世界上没有人在乎你，也没有人记得你。拿出你的激情，可以改变人生。来，3、2、1，好！”我看着老师，好的，老师。老师看着我 ，Are you great？ 你棒棒，你棒棒，你棒棒！我看着老师，我说反弹是个北北，棒棒棒！从那天开始，我就再也不害怕说英文了，朋友们。我爸每次带到我看到外国人，我爸就会说：“付航上。”我说 ：“Yes sir。”哪儿呢，老外？老外，老外，老外，老外淘汰了。那个时候，有很多那些年轻人，他们英文都非常好，但是你们不敢说。你的英文肯定也很好，但是你不敢说。我懂，因为你们一见到外国人，第一反应就是就这样。What's your name？ 外国人因为你不够自信，故意装听不懂。啊，看你 Sorry, cannot understand what I'm talking about, man。经过培训的，就完全不一样。我爸说：“付航上。”我说 ：“Yes sir。”当时我过来看外国人，我说：“刚才问他什么？问名字是吧 ？Easy。”我说：“你妹妹是what？你 say 不 say？Are you 明白？”再看那外国人。旁边老大爷都疯了，
说哎呦喂，这小伙子太棒了，给外国人都聊懵了。宝贝儿，你是非洲的吧？我说我是郊区的，在非洲长大。我说在中国长大，想去非洲。我说差不多可以了。我说你为什么这么怀疑我们这些人呢？他说哎呀，上一次问一个也门的，他说他是纯也门。当时，老大爷说：“孩子，你太棒了，自古本地出少年。”我说：“自古本地还出少女呢。”来，小伙子，替大爷跟他翻译一下，问问他来这儿干什么。我说 ：“Yes sir。”我说 ：“You come here. Why？” 外国人说 ：“I come here for fun。”我说 ：“Fun，Thank you。” And you。大爷说：“你太棒了，太喜欢你了，孩子。”再给他翻译一下：“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我说：“差不多得了，大爷，你想聊你自己聊。”当时我一直非常自信，直到我高考失利。那时候高考一出分，我啪一点254。我跟我爸说：“我说爸，我考254。”我爸说：“太棒了，儿子。其他科多少分？”我说：“这就是总分。”我爸说：“你妈得跟我离婚。”当时我觉得我的人生完了，朋友们。我说：“爸，我的人生结束了吗？”我爸看着我说：“孩子，你才18岁，你的人生还没开始呢。”我眼泪唰就下来了。我说：“那您能给我掏点钱让我重新复读1年吗？”我爸说：“不行，因为爸爸对你的爱结束了。”但是没关系，没关系，等你妈跟我离婚了，你可以用这个房子结婚。当时我看着我说：“那您等什么呢？”我的人生完了。我爸说：“我在等你长大，找到一份工作。”我说好，第一份工作，我找的就是一个私人会所的 BA， 保安，对，就是保安。当时我就想，我的人生已经浪费了，我高考失利了，我不知道该干什么，我前面所有的人生都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我非常痛苦。我到那儿去面试那个兼职的保安，那个 HR 看着我啊，小伙子挺不错啊，刚考完是吧？考多少分啊？我说254，但我人生刚刚开始。非常好，孩子，你知道当保安最重要的是什么吗？我说什么？他看着我说：“你有激情吗？”当时我眼泪真下来，跟我现在一样。我看着他说：“我说您说那不是激情，您说那是passion。”欢迎业主回家。朋友们，激情改变人生，听懂？掌声！你们送给了我一场完美的演出，希望你们大家开心一点。我感谢你们，拜拜。啊，今天的主题是工作。大家都知道我是毕业于就是 BJ 的 Junior College， 就是北京的大专。对。我呢，以前也在一个 Internet share place be responsible for turn on the computer。对，在网吧开机子。我也做过一个世界500强企业的 BA， 就保安。我太喜欢他。但是今天都不讲这些东西，今天要讲的是我人生印象最深的一份工作，是艺人身份赋能营销师。什么？哎，就是扮演假粉丝接机。有意思了，朋友们。我第一次干这个工作是在我高考失利之后。那个时候我同学介绍，一次100机场集合，普通地铁几块钱随便坐，机场快轨25一趟，我没坐过。我第一次出站一刷卡，咣当，扣我25。我说有黑客。
人说孩子就是25，我说你也被黑了。后来所有人告诉我就是25，我大脑一片空白，因为我意识到回去还25。但是大丈夫能屈能伸，虽然我的路费已经达到了50，出门还买了一个肉夹馍，所以说这趟活我只能花了55，只能挣45。但是我想没关干。到那之后呢，助理给我们每一个人发物料、发海报，先给你50，找艺人签完字结剩下的50，要求是越疯狂越好。我实在是喊不出来。我看那个艺人一出来，我看着他，我说。我实在喊不出来。我左边有一个大姐，她看到艺人喝了一口水，那个大姐，我说你是多少钱的呀？你这不得500？她说我是真粉丝。我说这个比不了。我说赶紧要个签名就走吧。到那儿我说哎。签个名可以吗？当时在机场给我发物料的那个助理，他伸手拦我。我说签个名可以吗？他，哎，我说，哎，无间道，不结尾款。他说不是每个人都能拿得到签名的。当时我大脑又一片空白，因为如果我拿不到签名，等于我自发来这儿捐了一个肉夹馍。娱乐圈太黑暗了，连假粉丝的钱都骗，我要成真粉丝了。当时知道这事儿之前，我说哎签个名可以吗？非常礼貌。知道这之后，我看着他，我说我要签名，哥哥。所有人退避3尺。我左边那大姐，你别喊了。我说怎么了？我瞅你像我婆婆。当时我说我管不了那么多了，我一定要签名。我说签名，签名，没人拦我了，助理也不拦我了，因为就是只要再拦我，我直接就50。啊，艺人就给我签，拿过来签字，签完了给我，我拿过来一看，字迹潦草难以辨认，还是要害我。还是要害我，到时候说我自己签的怎么办？当时我有一个大胆的想法，我说你，再签一个。艺人懵了，啊，助理也懵了，啊，助理说，你要150，黑吃黑。我说我要155，这边。那艺人说给你签，你要咬人还是干嘛去？他签一半，他说，你喜欢我多长时间了？我说差不多得了。50的不含表演，想看完整表演，请开黄金会员。当时我说这边，他给我签完了之后，给我说你看行吗？我拿过来，我给助理，我说你看行吗？助理说行就行。当时呢，我的工作结束了，他旁边有一个真正的粉丝，那个大姐说：“哎，打个招呼可以吗？”那个艺人连看都没看，他直接就往前走，啊，我以为他会非常生气，但我没想到他说：“好酷哦！”我不行了，我说他连理都不理你，你这样吧，我拿一张海报，我说你别问为什么，直接拿这个海报找助理领50块钱。啊，他说不，我想要这个海报。对我的那时候年少冲击太大了，冲击太大了。有一个跟我一块干的兄弟就劝我说：“哎，干嘛这么大冲击呢？你以后干不干？”我说：“以后我真不想干了。”他说：“你别不干，这活多好啊，就站明星旁边，什么都不用干，给点反应，实在不行傻笑就行，还有钱拿，不干白不干。我想天天干。”我说：“呀，有道理啊，大哥，你怎么称呼？”他说：“我叫阎鹤祥。”我1年没见着明星了。哦，不是明星，是少主。真的，我发现我的人设做得太低了，跟那些人设高的完全就不占便宜。人设高的，他理都不理你，你站了很多小时，你出去，
啊，你不理他，完了之后他觉得啊好酷哦。我在剧场外边要碰见我的观众说合张影，我说不方便，我的观众直接会说你装你，你什么东西？哎，也没观众管我要签名。我在上海演出啊，我上次来上海，一观众说哎签个名，我说可以，他看着我说笔呢？我说我给你找，我找完给他，他给我签了一个。但是呢，真的做这个行业之后，我才发现人设做的低才好，这是我长大之后的感悟。首先第一，我的人设没法塌房啊，我怎么塌？我都不是人，我怎么塌？我没得塌，我怎么塌？我学历造假。哎，你说你是新东方老师，你是清华毕业的，你都得拿一个论文，人家觉得啊也就这样吧。我不用啊，我在演出北京，我说 sin36等于1/2，底下大哥牛啊，必须行，我没法塌呀。但是最近网上的确说我要塌了，啊，的确说我要塌了。他们开始传这世界之大无奇不有，他们说付航塌房了，原因是学信网查出付航的学历竟然是本科。我不想澄清，人都让我澄清，我说不澄清，就这样吧。我也想进步啊。你见过塌房往上塌的吗？连点普通塌房我塌学区房。我呢，发现观众什么都能包容我。我看其他人一说要结婚啊，其他人都说哦不要结婚不要结婚，其他的观众啊不要结婚不要结婚。我演出的时候试了一下，我说我可以结婚吗？底下观众说你可以结扎。他禁止野生动物表演。当时我就发现，我其实这个人设还挺好的啊，没有什么负担，比较真实。但是我发现也避不开。前2天接了一个活儿，甲方跟我说要提供安保，我说如果我演完出还得穿制服给你站岗，得加钱。他说不是，是给您提供安保。我说如果你给我提供安保，就会出现全天下之最尴尬的情况之保安保护保安，那保安也太安全了。我就希望这些荒唐的事少一点，不要看这些舞台上边觉得这个人是谁，其实每个人都有真实的一面。非常感谢你们送了给我一场完美的演出，谢谢。大家好，我是付航。我不想当猴了，因为到哪儿都管我叫猴。前2天我在一个办事大厅，有一个大哥，他都离得我很远，好多人，他直接就，哈，我也不能不回应他，显得有点装，我就给。结果呢，他说来猴哥合影，咔，照张照片揣兜里，引起旁边老大爷的注意了。你说老大爷看热闹，他们没有任何的边界感，他们就这样，就这么。我也要合影，合张影，咔照一张揣兜里。你是6小龄童吧？我说我是姆巴佩。小红须，他说嗨，以为你是谁呢？哎，我说大爷，为什么您的嗓子这么棒啊？他说小伙子，因为啊，我有京都念慈庵蜜炼川贝枇杷膏，老字号护嗓指定行。我植入完了，你可以继续讲段子了。我说好的，大爷。演出正式开始，朋友们，我不想当猴了，我想走一些高端的人设，我想高端起来，我要改一下我自己的格调，鼓足勇气去吃了一次法餐，我是中午去的，啊，我第一次去，手紧张都哆嗦。有一个服务员过来，大高个儿，西服笔挺啊，特别帅，小伙子，哎，先生。平常有什么爱吃的法式甜点，说一个送您一份。我当时第一个想法就是法式小面包还是盼盼，但是我没说。我说你给我来一个米苏提拉。他说先生，您说的是提拉米苏？我说提拉米苏。我平常在外国待的时间有点长，喜欢用倒装语句。他说那先生，您可以用英文点餐。我说我在日本，他说瓦达西诺瓦里得脚步，我说得脚步，
我的心哦，还是英文点餐吧。我说好的，先生，给你菜单。我拿过来，我没有说 Thank you sir， 我说的是 Thank you sir。懂英文的都知道里边的门道有多深。Sir 是美音儿。我说的是 sir， 是英音儿，高端。啊，服务员也懂我意思哦，先生，您在英国有朋友？我说对，我家狗是柯基。你点餐吧，别说话了。当时拿过来，我说英文点餐 easy， 只要语法不有大问题错误就可以了。我说哎呦 waiter，I want， 主语动词 want 不用加 ed， 因为是一般现在时。当时我说 I want， 服务员，我说 this over， 服务员，这什么过去？我一看吃住他了，我不光想点餐，我还想炫技，给他展示一下我高超的语法。我说哎呦 waiter wait I want more。I want， 我说富航，人生只有一次，你愿意当一辈子的懦夫，还是一瞬间的英雄？哪怕只有一瞬间，我选择了后者。我要冒一些风险给他展示我华丽的语法。我说，哎呦 ，waiter，I want not only this but also this that。懂英文的都知道里边的门道有多深。在不经意之间展示了我对过去代词似海参一般的理解，他明显没听懂的表情，但是没关系。服务员，我说在着 ，those 就是 so many 在。当时服务员，哎呀，学不过来了，太多代词了，森森。我一看吃住他了，我太帅了。我说伊丽莎白，给我点一根雪茄，啊不是雪茄。雪茄是什么东西？点一根雪茄。当时服务员说好，他就把酒单收走了。懂法餐的都知道里边的门道有多深。他分餐单跟酒单我不知道，我点的全都是一些我从来没喝过的鸡尾酒，每一杯都上面点着了着火，每一杯都着着火。正常人是拿吸管插到底下喝，我不知道。我一把酒杯抄起来，我看着上面那火焰，我说这个火焰，它有没有可能不烫？啊，别笑我，那个也不烫，没用，就是装饰品，有什么用？哎，你这没用的，假的。当时我就拿着那杯酒，服务员在远处看着我说：“喝呀。”我说你们这帮上流人士，平常衣冠楚楚，晚上都来这儿喝火。大丈夫身居天地之间，岂能郁郁久居人下？出身为寒，不知耻辱，能屈能伸，方为丈夫。你们不怕，我也不怕。当时 my face already totally on fire。我跟那儿就周了。旁边那帮上流人士就觥筹交错聊融资 ，A、B、C、D 轮聊着聊着，突然感觉眼角火光四溅。一转头，小黑人在角落自焚了。富航吞起火球了。那服务员拿起吸管，先生，请用吸管。当时我正跟那儿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啊！我正干呢，他啪一拍我，回头看见吸管，我说 something wrong。服务员 ，What were you doing before？ 懂英文的都知道里边的门道有多深，这那是我对过去跟这次海参一般的理解。服务员，让吸管。当时我知道自己喝错了，但是没关系，朋友们，我能力挽狂澜，为什么？因为吸管的英文单词我背过。啊，我拿起来我说 Thank you for your straw。一吸管英文啊。
当时我拿起吸管，我说 This time I will be a little bit gentle， 然后我开始拿吸管吸杯子上面的火。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想熄火，我就拿嘴一嘬，我发现用吸管比不用还疼。我跟家正嘬，服务员跟旁边基本都开始哭坟了。他说别喝了，先生别喝了，你没事儿吧？别在这自罚，你没事儿吧？我说太上老君三昧真火，烧不死我。我不怕你们这些上流人士给我设计的小陷阱，我不怕。再见。到门口，我虽然在里边非常焦虑，非常的那个骄傲，完了之后给他这种感觉，我什么都不怕，但是我出来真的哭了，太丢人了，太丢人！我连法餐都不会吃。我说那我就写一条段子来证明我是人吧，对吧？我没别的可干了，我就开始上网搜怎么区分人跟猴。我想天天给观众讲，网上只有7个字：能正确的使用火。我手机都吓掉了，我手机掉地下，最开始我这么捡，后来我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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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捡。懂进化论的都知道刚才这段表演的门道有多深。朋友们，别被洗脑。如果高级动物必须高级，那我宁愿当猴。谢谢。其实啊，台下的我是非常内敛，甚至挨欺负的。我1年前打车的时候，我坐在副驾驶，我想放平了睡会儿觉。那个司机一直放歌，我说师傅能不能把歌关了？我想睡会儿觉。他看着我原话啊，他说不放歌我也睡觉。我说幽默，幽默，他没接话，我就不想跟他说话了。直到我看到他单手玩手机开车插队，我就想点他一下。我说师傅您真棒，单手玩着手机还能开车插队。这次他说话了，他说这算什么？闭着眼睛也能插。你看我一把就进去了啊！我说是鬼门关嘛。我说人家要不让你呢，我一把又出来了。我就感觉阎王在底下看见我，下不下来呀？他就引起旁边车的路怒了，旁边车急了，啪给我们别住了，把车窗放下来，指着副驾驶的我说：“你要死啊，小黑狗！”我当时不知道该说什么，我说：“哎。”他以为我在模仿他，他以为他说的是“你要死啊，小黑狗”，然后我说：“喵喵喵喵喵喵。”哎呀！他急了，他把车门叭关上，把车啪横前面，下来，下来，我整死你，下来！那司机看着我，先生您要下车吗？我说你是裁判呀，我死也不能下车呀。他走到车前面，下来，下来。当时他往过走，我说师傅，他过来了，师傅，他过来了。那司机，我说师傅，他过来了，你把他打出去呀！你不打出去呀！那个司机路怒的就站在车头说下来，啊，他就一直骂我，把我兽性骂出来了。我也不是好欺负的，朋友们，我隔着车玻璃就给他作揖。司机说下来，不下来我砸你车。我说哎，砸，
我一看那司机一把就出来了，直接就绕过他走了。当时我说师傅，你真厉害。他说小伙子你也厉害，心理素质为什么这么好啊？加个微信，以后有租车的活记得找我。我说没问题。啊，为什么心理素质好？就是因为我从小就是一个差生，考试永远 A B C D E F 班，我永远在最差的 F 班考。每次我还特别天真的问同学，我说咱们分班是按姓分的是吗？我同学说 F 什么都别代表，富航别灰心 ，F 的意思就是废物。我说不是，差生也是有优点的，我们心理素质非常好。A 班考试 ，A 班的同学90、95、90、70，想不开。我在 F 班20、25、20、25、40，我爸请大家吃肯德基。我跟其他人不一样，我很小的时候就知道怎么选择情绪。正常人，比如说你们，如果说你们经常会混淆主观意识跟大脑，其实他们俩是分开的。大脑是你的器官，每一次遇到什么事儿都要问你。大脑经常过来就是问正常的人啊，说同事都说你坏话，现在应该是什么情绪？啊，现在应该是悲伤。好，然后他给各个器官开始打电话，就是滴滴滴滴滴，喂，泪腺吗？啊，是泪腺吗？泪腺不在，等一会儿先给其他的打。好好好，滴滴滴滴滴，乳腺，是乳腺吗？啊，是乳腺，现在结节。滴滴滴滴滴，喂，甲状腺，现在肿大。滴滴滴，喂，痔疮，保持原状。滴滴滴滴滴，泪腺在了吗？泪腺在了吗？在了，在了，在了。刚才睡着了，哭吗？哭吗？哭的话，身体就不会难过了。啊，想想啊，主人哭不哭啊？你说啊，已经长大了，不能哭了。然后所有的情绪开始内化，疯狂的惩罚自己。我跟你们就完全不一样。我的大脑每次都过来问我，主人，所有人都说你是废物，请问现在应该是什么情绪？我说，不是，抬起来，鼓掌。尖叫，托马斯拳拳，南瓜站起来吹唢呐，小北把上衣脱了，唐博也脱，南瓜别脱，南瓜穿好。我的大脑跟我关系特别不好，我从来不问他意见，这也是我从小快乐的原因。我以前也是情绪的奴隶。直到我遇到我的人生导师，他是3年级的刘哥，所有人都说他是傻子，但是在我眼里他是天才。我看着一群同学围着他，啊，就说刘哥，怎么？您是傻子？刘哥当时原封不动说的话是，知道。我说有点东西。别人说刘哥你头发好臭啊，刘哥我臭死你。我说有点东西，他根本不在意其他人的意见，所以他特别的开心。有什么问题我都问他，天文、文学、地理、物理、化学解决不了的问题我都问他。有一次我冰棍掉地上了，不知道怎么才能吃。你们一辈子都想不明白冰棍掉地上怎么才能吃，今天演出就来值了。天文、文学、物理、化学、地理，所有人解决不了。当时我看着刘哥，我说刘哥，冰棍掉地上怎么才能吃？刘哥看着我说，你不告诉别人你就能吃。我说有点东西啊。我看了上面沾的沙子，我说这咋吃啊？但是上面有点沙子呀。刘哥看着我说：“没事儿，兄弟，我帮你。”他一把拿过来，缩了，把沙子啐了。你吃吧。我说先生大义，以身入局，胜天半子，但还不如带着沙子呢。你真是傻子呀！我拿下那根冰棍，我说这咋吃啊？这咋吃啊？走到学校门口，高年级看着我，冰棍给我吃。我说给你吃。他刚要伸手拿，我一把就撤回来。我说算了，这个刘哥舔过了，你别吃了。他说哎，你人性还不错啊。以后有人欺负你，跟我说。我说只有你。
小时候生活条件，尤其是在学校里边，差生面对的更多，所以我们的品质非常坚韧。工作之后，所有那些骂我的话，我真不往心里去。听得懂的我不生气，因为我都听得懂，我练这么多年了。1年级的时候，别人叫我啊臭狗屎，第一次听到我就是啊不要叫我，真的我真是这样啊，虽然有点狗血，不要叫我，真的这样。叫9年，人说哎。臭狗屎！我说爷爷在此。我根本就不在乎，朋友们，听不懂的我更不难过，因为我都听不懂。几年前有一个外国的领导，他看着我说 ：“Billy, I don't know who raised you up。”这句话在脏话里边，英文里边是比脏话还要脏。我不知道什么人给你养大的。这句话我当时没听懂，我以为他跟我开玩笑。他说 I don't know who raised you up。我看着他，我说 You raise me up。今年我才懂，这就是唯一一个能伤害我的话，这就是传说之中那种当时没听懂，突然懂了之后我非常痛苦，一直想报仇。啊，老天给我机会，前几个月他要离开北京。请我们这些老员工吃饭，啊，有的人给他送礼物，有的人说明天要开车送他去机场。我说不用你开车了，我认识一个司机。好了，朋友们，我开玩笑的，我没把那根舔过的冰棍给高年级，我也没有把那个路怒的司机推给老领导，因为我就想证明一件事儿，就是差生也是有优点的。谢谢。什么氛围？这又不是悲剧之王，开心一点。刚才陆姐讲多好啊，对吧？我呢，其实台下呀，节目播出之后，很多人给我发私信，很多人就说：“哎呀，付航，我上大专了，我该怎么办？”我就给大家一个一个回复，我说：“兄弟，你的人生还没开始，你的人生还没开始，你的人生还没开始。”但是见到最有意思的一个，就是前2天收到一条私信，他说：“航哥，怎么去你的大学？”他说：“哎呀，做人类好累呀，永远要分1、2、3本，人还分3、6、9等，做动物就好了，不分阶级，没有烦恼。”不是的，动物也有。我看过泰国当地一个新闻，当地的农民训练猴子上树摘椰子。摘完了放进马车里，农民驾马车，猴子扒马车，非常开心，就是，你看，非常和谐的画面。动物保护组织不乐意了，过去谴责说：“为什么要让动物工作？为什么要让动物工作啊？”啊，农民就道歉啊，农民懵了，猴也懵了，啊，猴就，当然最懵的不是农民，也不是猴，是马车前面的马。马看着记者，农民说：“对不起，不应该让我的动物工作。”马说：“我，你，马。”记者看到了，记者说：“哎呀，马惊了，快射杀他！”马从那天开始就不开心了，他想不明白为什么这个垃圾猴子连工作都是错的，连他被营救走都是我拉着去的动物园。他跟猪抱怨，跟牛抱怨，他说：“我不想上班，我就想天天过节，没有人不喜欢过节啊。”猪举手，我怕过节。每次都少好多朋友。我要是宠物狗就好了，没有这个问题，他们没有烦恼，宠物狗有烦恼。我小的时候有一只串串，串串就是不是纯种的狗，大家都会觉得它们便宜低端，它跟小区里边那些高级绝育的名犬完全格格不入。那些绝育的名犬见到它都会说：“哎呀，可怜的小串串。”
可悲的小串串，你好低级，你好 low 啊，你好便宜。你看，我有主人给我买的美丽的华服，你有什么？我们家狗说，我有生育能力。他已经离开我了，但是我一点都不难过，因为我知道，只要我记得他，他就永远陪在我身边。但是他一辈子都不明白，为什么有的人类第一次看到他就讨厌他，就是因为他是一个低级的串串。猴也有烦恼，大家老觉得呀，猴没有烦恼，猴的烦恼没人懂，我懂。只要不工作的猴子都得给人类表演。所有人都有烦恼，所有东西都有阶级，我也有烦恼。你们想得到吗？我的烦恼是，最开始的时候我表白失败带来的容貌焦虑。你们想不到，年轻的时候我是一个清纯内敛的美男子。那个时候特别流行忧郁男孩。对，那时候只要你一忧郁，别人女孩就想拯救你。90后都应该知道，当时我上网搜“忧郁男孩表白攻略”，非常简单。你说你有罪，你知道吗？女方说不知道。你说你偷走了我的心（括号你们俩幸福的在一起）。我说有点东西。我看着我们班女同学，我说你有罪，你知道吗？她看着我说我杀你爹了。你有病啊！你要学忧郁，看看人家台湾偶像剧里《流星花园》里边的花泽类，那才是忧郁美男子。我去看了，台湾偶像剧，花泽类站在天台上看着杉菜说：“喂，不要哭了，想哭时候你就倒立，那你眼泪就不会流下来了。”我懵了，我说太酷了。看到女同学一要哭，我也想说同样的话，一紧张说错了。我说喂。想哭时候你就翻跟斗，所有同学那样你的眼泪就被甩干呐。我只能看中文版，看不了其他的国文，因为泰版翻拍了《流星花园》，也是俊男靓女，非常帅气，我实在看不进去。非常帅气，到天台上，花泽类看着杉菜，喂，搞没假改，亚龙还来。实在看不下去，你知道舔狗呢就是犹豫。我到最后毕业之前还没有表白，最后鼓足勇气给他写了一首情诗。我说，给你写了一首诗，可以读给你听，向你表白吗？他看着我说，嘿，你别说啊，富航，你还真别说。我说你也喜欢我的文采？他说不是，我的意思是别说。我说哈哈，真心话大冒险。一转头，操场就我一人。那时候的男孩都是这样硬撑。我说，那你不喜欢我哪一点呢？他说我不太喜欢那种黑黑的、长得像猴的男孩。我说谢谢你，祝你幸福。我当时哭了，我突然想起花泽类，我一下就立起来了。我就想试试眼泪到底会不会流下来，结果朋友们，眼泪这么流下来。我跟那儿倒立呢，那女孩又走过来了，说：“呀，你又耍猴。”富航，你应该考虑一下，你长大以后靠什么生存？你学习这么差，难道你现在长大之后还能靠每天在班里耍猴一样逗别人笑生存吗？可以。当时我以为他在拒绝我，殊不知命运的齿轮已经偷偷开始转动了。但是我内心还是特别难过，因为我失败了，我表白失败了，我就太痛苦了。朋友看我太难过，带我去玩了一个类似剧本杀的剧本，是角色扮演的，每人一个本，翻过来才知道自己什么角色。我一翻，舔狗 A。我读那个剧本，每天给女主角写情诗。我说，哎呀，我看着个女主角眼泪下来，我说你知道吗？我是你的舔狗。那女孩看脸自己剧本啊，我的剧本里根本没有你。这就是真相，朋友们，我悟了，舔狗永远读不了女神的剧本，
但是我又触底反弹了。舔狗的剧本里，舔狗才是主角儿。我再也不当舔狗了。以后别人一说，哎，付航，我跟你分手吧，你长得像泥鳅，我就嘿嘿。你杀青了，在我的剧本里杀青了。从那天开始，跟异性发微信2分钟不回直接拉黑。我妈找了我3年。我表面装作坚强，我说：“哎呀，爱情嘛，算什么，对不对？”但是我内心里边容貌焦虑还是深深刻在我身上。有一次我在家里太难过了，我哭了。我突然想起他说我黑，我就特别认真，我想看看我妈妈会不会骗我。我说妈，我黑吗？我妈说儿子你一点都不黑，你就是有点暗。我说连您也这么说我。我就去地铁环线来回坐，哭得满脸都是鼻涕眼泪。我去男厕所拿免费的卫生纸，我就跟那过来一个女的清洁工大妈，小伙子，你要上吊啊？我说上不上吊另说，你跟我为什么会在这里相遇呢？这不是男厕所吗？男女授受不亲，您这个应该懂吧？他看着我就是老年人标准那套，就是我能当你奶奶？我什么没见过呀？你个小黑鸡崽子！我说你还给我起日本名儿，小黑鸡崽子。真的，当时容貌焦虑又触底反弹了，朋友们。我突然发现，我永远没法改变别人怎么评判我的容貌。啊，我只能自信起来。从那天开始，我接受了，我就长这样，满脸痘坑，大鼻子，一眼大一眼小，但没问题，我就是我。你觉得我长得帅，就是我给你的福利。你觉得我长得丑，就是我给你的惩罚。我就是我。但是我一直不相信会有女孩爱完全的我，直到我遇到了一个女孩。那时候我刚穿上保安制服，我穿上保安制服，所有的同学看我，付航，我就 yes sir， 付航，我 yes sir， 我看着那个女同学，我说 yes sir， 好笑吧？她看着我说，我觉得你穿什么都很帅。哎呀，我说 what？ 不好意思，女人，我可能爱上你了。她一下就笑了，她就嘿，就跟没就笑了。她一笑，我说这女人竟该死的甜美。我说我会娶你的。她看着我，10多年过去了，时光荏苒。上一次我见到她，我还问她，我说你还记得吗？我跟你说这些。她说哎呀，我早就不记得了，别恶心了。但是付航，你要记得早点回家，我在家里等你。在这儿，我想非常认真的跟你说一句话：10多年了，所有人都说我是废物，但是只有你说我是天才。你教会了我人生之中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不管你的出身、学历、家庭背景，只要你敢勇敢的做自己，就总有人会爱你。谢谢。谢谢，哎呀，节目都看了吗？好不好看？好看。我也觉得，节目非常好看啊，真的看得我激情澎湃的。那节目播出之后，我的生活也发生很多变化，就是收到了非常多的私信，我都有看，因为在座的应该有给我发过的吧？有。有一些很多啊，有很爱我的，表达了一些对我的喜欢，我非常开心。但看到一些也不好看的，有骂我的。我一天在家里，我就坐在沙发上，我就读私信。哎，其中有一条我就读得非常大声，我就在那读，我说：“嘻哈，你没有教养，你说话声音太大。”我都还没有任何反应，我爸从书房冲出来：“谁说你声音大？”
吓一跳，我爸说你没有话筒我都听不见。我在那个沙发上掏耳朵，我突然觉得这个私信真的说的还是挺有道理的，真的。既然都聊到这儿了嘛，那今天就来聊一聊我的爸爸啊，我的爸爸是一位人民教师啊，很多人听到这个职业就会很惊叹，但是大家真的不要惊叹，就怎么说？我有多不像空姐，他就有多不像老师。真的记忆非常深刻的是，有一次小学我在被同学欺负，剪我的头发，我就还手嘛，我们两个人就互殴起来，结果就请家长了。对方家长一来，来势汹汹的直接问我爸：“你怎么教育的？”我爸说：“谁让你孩子剪我女儿的头发？”对方家长直接说：“剪你女儿头发，她又不痛。”我爸在说：“谁说不痛？她头发都死了，你看不见吗？”然后过来看了我一眼，抓着我剩下的发，你看，还有些没死透的还在哭。对方家长都惊呆了，没有想到我爸会共情头发，然后转过来回过神来，突然对他说了一句：“听说你还是老师，你怎么教育的他？”我爸的哭声戛然而止。当时他就叹了一口气，走出门外。过了一会儿，他就进来了，抬手看了一眼手表，对那个家长说：“哈哈，5点半了，老子下班了。”现在，老子只是一个父亲。哎，真的很酷，对吧？当时对方家长说：“你燃什么？”我爸说：“我现在就把你儿子头发剃了，反正他也不会痛。”对方家长拖着小孩就跑了。我当时站在那觉得我爸好帅，我说我爸上班是李老师，下班是理发师。而且那一次事情过了之后嘛，我就一直很想感谢他，就总想为他做点什么。就有一次放学回家了，我就乖乖在家把他的拖鞋摆好等他回家，但家里的小狗老是跑过去把鞋弄乱嘛，我实在没有办法，摆了好多次没有耐心了，最后就用502把他拖鞋粘好固定。爸爸回家一开门，看到门口摆着整整齐齐的拖鞋，热泪盈眶。穿上去的那一刻，欣慰地笑了。迈出去的第一步，门牙断了。他艰难地爬起来，开始张着血盆大口开始追我，特别像个密室的 NPC， 你知道吗？我俩隔着茶几在那周旋，眼看我马上就要被爸爸抓住了，我爷爷突然从房间里出来，对我张开双臂说：“过来，不要怕。”我一下扑进爷爷的怀里，那一瞬间安全感爆棚。1秒钟之后，我爷爷把我转了一个方向，对我爸说：“快点，抓住了，来！”但真的，尽管我那么调皮啊，我爸爸和我妈妈其实一直很支持我做我喜欢的事情。当年就是一意孤行的去当空姐，他们也很支持，也很开心。然后有一次他们去旅游的时候，就偷偷买了我飞的那一班航班，没有跟我说。我当时在飞机上看到我爸爸那一刻，我都吓到了。我爸给我眨了一下眼睛。我不敢说话，那个时候我刚飞，我太小了，我就回到工作间。起飞之后，他就找我要了一杯橙汁儿，我送到他手里，转身还没有走2步，突然就听到我爸用巨大的声音在客舱朗诵。他喝了一口，他说：“啊，好甜呐！”天哪，这个公司的橙汁太好喝了！这个空姐妹妹服务太好了，我以后只坐这个公司的飞机。当时周围旅客都盯着我爸爸，以为橙汁的供应商来了。早知道他这么能广播，我就该给他统一春福备茶。啊！我爸一拿着就啊，这个牌子的茶太好喝了，3重焙火，口口生香。我以后只喝这个牌子的无糖茶。哎呀，没有想到我爸居然可以接商务了，真的。但记得这个就是小学的时候啊，但我这个性格，当时我们班上有个老师就会特别的针对我，他觉得女孩不应该这个性格，然后课堂上无论谁讲话，他都会认为是我，也不听我解释，直接让我滚到外面去站。我就特别不喜欢他。有一次他考试，我就故意交白卷，我想气死他。我也不知道我当时哪里来的自信啊，可能我爸都比他先气死。老师让我把卷子带回家给我爸签字，我不敢，我就拿回家
模仿我爸签字，最后还是被发现了。我爸爸过来直接把卷子拍在桌子上说滚过来，我当时就跪下了，我一边跪一边滚，就前滚翻。我边滚边承认我的所有错误，我说爸爸，我知道错了，我再也不气老师，再也不跪叫白纸，再也不骗人了。因为这么翻滚到他面前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已经把所有的错误都主动承认完了。我爸低头看着我说：“你刚刚说的那些，我都能理解你，我不怪你，因为是你的老师针对你，你委屈，我都理解你。”我当时抬头盯着他，那么理解我，为什么让我滚呢？我不理解。我爸说：“呵呵，不理解是吧？我叫什么？”我当时抬头看了一眼我面前这个男人，我觉得又熟悉又陌生。我说你叫什么？他说站起来，把我的名字大声读出来。我说李学军，木子李，学习的学，军人的军。我爸说来过来，睁大你的狗眼，好好看看写的什么字。我一过去，卷子上洋洋洒洒3个大字：李学车。我爸说：“我学车，我学什么车？你把我那个卷子上面的土宝盖给我掀到哪去了？学敞篷车。”啊！怪不得我到你学校去，你们老师都喊我居哥。滚进去，把我的名字抄100遍。我当时就很不服嘛，抄的时候在100个学军里面藏了3个学车。后来那天加起来，我一共抄了400遍。前段时间朋友去我家啊，就跟我爸爸聊天嘛，就开始聊，就说叔叔，其实你不知道，其实我们一直都很羡慕嘻哈有您这样一个这么有趣又好的爸爸。我爸当时在旁边挺不好意思说，哪里好了？这不是一个爸爸正常该有的样子吗？我朋友听完，当时在旁边就说，嗓门确实挺大的。其实这次来之前，我压力也蛮大嘛，因为看了那么多不好的评论，加上又是半决赛。然后爸爸走之前跟我说：“你好好讲，不要去管那些不好的评论，有我和妈妈，你什么都不要怕。”我当时转过去盯着我爸爸，我说：“爸爸，原来你可以小声讲话。”我爸当时说：“当然啦，因为最好的脾气要留给你和妈妈。”谢谢爸爸，谢谢大家，我是嘻哈。兜底了，哎呀，大家别看我这样子哈，其实我小时候也被欺负过。有一次，一个同学没有事情做，把泡泡糖粘我头发上了。你们知道那个东西很难扯的，我扯了很久，扯来凝固了，直接扯成一个机关。然后我就这么哭着回家，扯半天，越扯越气，然后就哭着，就回家。然后外公远处看过来，以为跑了一只火鸡回来，然后跟我说：“你在学校里不要跟别人动手啊。”就朝他吐口水就好。第二天到了学校，果不其然，同学又开始追着我打了，把我逼到角落，走投无路。我真的忍无可忍，我当时吐出去那一瞬间，整个世界就安静了，因为当天风很大。因为我的外公忘了告诉我，口水要顺风吐，2秒前的口水正中眉心。外公一生打过很多仗，抗美援朝、解放战争，然后从小就跟我说了，打，给老子打，仗来了就要打。这句话真的影响我很多，但那次发现口水仗不好打。我第二天到了教室，拉开书包，发现里面多了一根擀面杖。当天刚好是学校组织的春游，外公也刚好给我做了我最喜欢吃的馒头，跟那个擀面杖放一起。到了目的地，我刚拿出馒头，一个同学拿着他的薯片过来嘲笑我吃馒头土，一把把馒头给我打掉。老子拿出擀面杖，一把揪起他的薯片，擀得稀烂。他本来想还手，看到我手里的擀面杖，转头开始暴踩我的馒头，直接踩成了一张饼。就在这个时候，老师看见了，一把拉开，他说：“你怎么可以糟蹋粮食了？快捡起来吃了。”他说是嘻哈的，我说不是我的，我说薯片在嘴里啊。老师说薯片嚼碎了不要说话。晚上回家，外婆端出馒头，一脸疑惑，说你先吃吧。本来说好今天吃饺子的，擀面杖不知道哪儿去了。
我看向外公，外公。虽然外公跟我说了仗来了就要打，当然我也不是没仗硬打，都是别人先惹我才打。整个学生时代，我的头发被剪过，吊带被扯过，馒头被打过，钱也被抢过。当然这些事情我知道也不止我一个人经历过。但那些欺负我的人后来也不好过，怎么说呢？老子的擀面杖，仗功赫赫。真的，后来他们都知道仗来了就要跑。后来上班成熟了很多，直到遇到公司一个出了名的爱刁难人的前辈。他最奇葩的一点就是有非常变态的控制欲。他在飞机上，只要他没吃工作餐，我们所有乘务员都不准吃。恶霸！我不行的，我是必须按时吃饭的。当天飞机上工作完了，我就开始吃。他过来说：“你怎么吃上了？”我说：“一起吃啊。”他说：“我不吃，我不饿。”然后阴阳怪气的跟我说：“你吃吧。”你把我那份也吃了，我说我吃的就是你这份。那趟航班他后面就一直在挑我的刺。我发咖啡，他说温度不对；我发餐，他说餐冷了；我烤的面包，他说不够硬；我烤硬了，他又说软了。我当时拳头都硬了，我盯着他说，旅客觉得很好，很满意。他一把拉过我，恶狠狠地说：“我说什么就是什么。”我说什么？他翻了个白眼，指着我说：“你的平底鞋是公司发的吗？谁允许你穿的？”我说：“我自己。”他说：“你懂规则还是我懂规则？像你这种乘务员，你知不知道我可以处理你？我甚至可以让你不穿鞋飞。”我心想他好矛盾，又给我不穿鞋，又要给我穿小鞋。那到底什么规则？穿搭要显贵，上半身基础，下半身就不基础。疯了，真的。吃了2份饭是有点晕碳啊，真的。那这一次也是我职业生涯耿耿于怀的一次经历。后来我朋友都在问你到底是做了什么让他这么讨厌你，我说做自己。后来还在公司造我的谣，说我在外面讲脱口秀是不务正业。后来越传越离谱，有一次传到我的耳朵里，一个同事甚至都不认识我，过来跟我说：“你知不知道我们公司有个人在外面做嘻哈被抓了？”我说这不在这儿呢吗？这不，我说不可能吧？他说怎么不可能？我亲眼看着他被抓进去的，说他利用空姐身份在外非法牟利。我说牟什么利啊？他该不会把飞机餐拿下去卖吧？同事说飞机餐谁吃啊？我听说他把飞机座椅拆下去卖了。我都不知道这种谣言怎么传出来的，还有人信。我拆飞机座椅下来卖，谁买？卖给高铁。而且说实在的，我被谣言真的困扰了很久，也被针对了很久。好在前段时间辞职了，很爽的。10年了。前段时间出差，我经常因为录节目往返嘛，我就正好坐到了那个讨厌的前辈的飞机。有时候世界就是这么巧。当时一上飞机，所有同事看到我都非常亲切，上来拥抱我。前辈和我对视那一眼，我从他的眼神里都看到了一种情感。嘟嘟嘟嘟嘟嘟。错了，我和他对视那一眼，其实一瞬间想起的是刀枪棍棒擀面杖的声音。星，他一看到我就过来，非常阴阳说：“大明星，你亲自坐飞机啊？一会儿还吃饭吗？”我说吃。他说飞了这么多年还没吃够啊。我当时一肚子气，但我也没有想跟他吵，因为当时我觉得他说的也对，我确实是大明星啊。起飞之后没过多久，我旁边的旅客按呼唤铃叫他过去，说饭冷了，口感不好，要投诉。我的前辈过来说不会吧，我在旁边说不会吧。那个旅客对我前辈说：“不信你自己吃一口。”我一把挡在前辈面前，对旅客说：“他不吃饭的，在飞机上，我帮他吃吧。”就在这个时候，旅客指着他说：“像你这种乘务员，你知不知道我今天可以投诉你？”在那一瞬间，我突然在前辈身上看到当年我的影子。我不想为难他，真的替他吃了一口，说还好，但我也不想放过他，说还好没吃到下面，下面更凉，你端回去重新再给他热一下吧。他这个前辈真的没有想到，当初他为难我的口水，在高空飞了这么多年，还能在万里高空击中他的眉心。前段时间看新闻啊，网上看到很多航空公司开始实行女乘务员可以自行选择着装了。
我那个时候看着我的同事妹妹们穿着自己买的平底鞋，相对轻松自在地走在客舱里的时候，我就感觉那一年在飞机上被刁难的自己，在那一刻才彻底的释怀了。就好像当年那个讨厌的前辈在飞机上趾高气扬地问我：“你懂规则吗？”我说：“我当然懂啊，不合理的规则就应该像这碗冷饭一样，端走重新热，热不好这个老子再热，然后热馊了就好了。”他当年为难我的时候，一定想不到我不仅懂规则，有一天我真的还能改变规则。但有一条规则我尝试过改过，但真的改不了，就是口水要顺风吐。谢谢二位嘻哈。Hello， 大家好，我是嘻哈。谢谢谢谢，今年终于上节目了啊！因为一直有工作，是个空姐。哇，你们今天的反应真的很棒。之前有些观众听到这，你根本就不像，我又不直接这样上。我们空姐要选上之后，要经过非常程序化并且非常系统的培训之后才能上岗。我觉得能理解，但是唯一不能理解的是，其中有一项培训很奇葩，就是把我们所有人带进一架空飞机，给我们一个真实的餐车、水车，让我们对着空座位想象那里有旅客，给他们服务。无法想象是吧？给你们演示一遍，空的。你好，欢迎乘舰，里面请不要打我。就想象嘛，而且还要考试，所以考试当天我就发得很快。我说老师，我发完了。老师看着我说，你怎么这么快就发完了？你同学才发2排，你怎么这么快就发完了？我看着一脸认真的我的老师和我这边的空座位，我说我这边的旅客他们都不要。我老师非常生气，看着我说：“我飞了这么多年，第一次看到飞机上138个旅客什么都不要。”我说：“小声点，他们都睡了。”模拟？你怎么模拟？当我真的上飞机工作之后，我发现有些问题真的模拟不了。你不要说旅客的行为了，我连我同事的行为都模拟不了。有一次飞行，我和我同事一起给旅客发水，他一不小心把水洒在了旅客身上，当时情况非常紧急，我看了他一眼，他突然开始假装飞机颠簸。他开始好颠，颠回了工作间。当时那个旅客端着杯子看着我，我看着越颠越远的同事。我那个旅客问我，到底谁在颠？啊？这个水有没有人过来擦一下？我说，我当时心里想的跟我手上做的事情一模一样。我说，我擦。真的很多东西是模拟不了的，一旦跟人挂钩，人是很复杂的，对吧？模拟不了。有一次，一个旅客上飞机，自己的耳机坏掉了，找我要飞机上的耳机。但是因为飞机上耳机的插孔跟他的手机插孔不匹配，而跟我大发雷霆。不给他报纸杂志他都不要，他一把给我摔开，他夹着机票指着我的脸说：“我今天上飞机就是专门来听歌的，听不了歌我就投诉。”他这句话简直给我当头一棒，当当。而且当时周围所有的旅客都已经探出头来想看我怎么解决这个问题了，我被逼到那个地方没有办法，我蹲下问他：“你想听什么？”我给您唱。他说：“铿锵玫瑰。”我说：“我不会。”他投诉：“一切美好只是昨日沉醉。”单，最后还是被投诉了，因为把他旁边的旅客唱醒了。
旁边旅客拔地而起，老子今天上飞机不是来听你鬼叫的。而且我飞得越久啊，处理的事情越来越复杂。前段时间有一次夜航，一个旅客坐在3个人一排的中间位置，飞行时间太长了，他觉得有点热，他就去厕所把他那个秋裤脱掉。他脱秋裤我能理解哦，他脱的时候看到那个厕所有那个洗手液，他将就在厕所把他那个秋裤洗了。他该不会觉得飞机颠簸可以把他那个裤子甩干吧？洗完他拧得半干啊，他偷偷出来，悄悄地走到自己那一排。夜航嘛，所有旅客都睡了，他打开他头顶上方的行李架，把秋裤晾在行李架的边缘，然后把行李架盖了过去，最后把裤腿轻轻地搭在过道旅客的肩膀上，像献了一个哈达。而做完这一切，他发现过道旅客并没有醒，他悄悄地跨过他，回到了自己的座位上。他以为这一切没有人看见，可是靠窗的旅客看到了。我这样说，大家是不是有点科幻，有点想象不出来这个场景？我们看向气氛组的老师，就类似于郭麒麟把他的秋裤洗了之后，晾在了杨天真的头上。杨天真醒的时候被滴醒了，发现一身都是水，把空姐叫过来说是谁的秋裤。当时空姐目瞪口呆。杨天真怒发冲冠，郭麒麟默不作声。这条秋裤无人认领，但是当时马东站起来揭发了郭麒麟。郭麒麟反手一巴掌：“你是奇葩吗？什么都说。”当时天真气得都不天真了。哇，3个人打得不可开交。我当时啊，就跟侯佩岑老师一模一样，礼貌的微笑站在旁边，你们不要再打了啦。怎么办？好害怕。当时场景就是这个样子，跟大家还原一下，来看回来。但马东老师被打了之后素质非常高，都没有还手。直接捂住自己刚哥的眼袋说报警。所以就报警了嘛。报完警我就准备去把那个秋裤收下来，但杨天真老师制止了我，他说我要保护案发现场。我尊重，所以这条秋裤就这样飘荡着在客舱落地了。落地后，警察上来也没有想到，我的飞机上3个人因为一条秋裤打了起来。他把我叫过去，你作为一个乘务长，这么简单的问题解决不了吗？哪个要你就给哪个呀。我说有没有可能是哪个都不要呢？说完，我带着警察进客舱，我说来，一进去我们2个就看见3个人扯着2条裤腿打得动次打次噼里啪啦的。事态已经无法控制了，警察很快把这群秋裤子乐队带走了。下飞机之后，我还是写了很多材料报备这个事情，最后还是被投诉了。我后来想了一下，反思了一下，可能当时确实是我处理的不够好，我就应该直接用那条秋裤把我吊死。最后我发现，其实工作这么多年来遇到的事情，从来都没有按照所谓的模拟过来发生。我做再多的准备，突发事件依旧会不断的刷新我的人生难度。但是我总结出一个经验：只要我勇敢面对，付出真心，我就一定能获得真心的投诉。所以希望大家多谅解他人，少晾条秋裤。谢谢大家，我是嘻哈。Hello， 大家好，我是嘻哈。我是空姐，看得出来吧？好，这都不算什么。我刚开始讲单口的时候，我是那一组唯一一个女演员。那个时候主持人介绍我说，接下来上场的是位女演员。观众说啊，主持人说没对，垫了一句，她还是个空姐。观众啊，我一上场，观众啊。
其中有个大哥噌的一下站起来，看过，这个婆娘一看就是春秋航空的。什么意思啊？别这样，每个航空公司的乘务员各有各的美，知道吧？这都算了，就是因为大家有这样的反应。前段时间我去看医生，因为腰不好嘛，我一进去那个医生的诊室，有2个老头躺在那个地方针灸。当时医生看完我那个片之后，觉得我非常的严重，他说：“干什么工作的这么年轻，腰伤那么严重？”我不好意思说我是空姐，我怕2个老头站起来笑我，我忍了一下。他要给我开脾气，他说：“你快点干什么的？”我说：“医生你，我高空作业。”我刚刚一说完，医生手上的笔都放下了。天哪！哎，看到没有？高空作业，妹妹。我说你说呀，他说现在像你这么年轻，开塔吊的还是少了哈。哎呀，确实我跟大家想象中的空姐不一样。我是体育生，原来是定向越野大赛冠军，国家2级运动员。怎么当上空姐的？完全是因为那段时间训练太累了，我不想跑了。我刚好碰到了空姐面试的招聘，我就报名了。拿到面试通知单那一刻，特别开心，拿着单子去找我教练请假了。我说教练，我不跑了，我要当空姐了。我教练拿过我的单子，天哪，空姐，你去嘛，你当了空姐，老子给你买架飞机。当天面试的时候，我分到的那一组堪称当天面试的死亡之组。什么意思？条件太好了，因为我们那天所有人都分成7个人一组，最多就是7选2，有些甚至一组全部淘汰掉。我一进去我们那一组，不要说7选2了，我进去我都选了4个了。太好看了。第一个女孩净身高174，新疆人，对吧？我刚进去跟她对视那一眼，我就说这个空姐你当我不当啊。特别好看，漂亮到哪种地步？当天我们要求是穿短袖，裸露部位不能有任何明显的疤痕。当时面试官问她：“你手臂上这道疤是怎么回事？”她说：“哦，这个是胎记。”面试官说：“哦，胎记，我觉得胎记随着时间的推移，应该会淡掉吧？胎记。”随着时间的推移淡掉，他在想什么？又不是爱情。而且我这个时候已经明显感觉到第2个女孩子的跃跃欲试了，已经迫不及待，她该踏的时候一个箭步上前，老师好，我是2号，身高171，特长拉丁，咵，他就甩了一个胯出去，就这么快，这个胯都感觉甩到了对面3位面试官的桌子上放着了，目光如炬盯着对面的面试官，好像在说：“你们不给我过这个胯，我就收不回来哦。”面试官哪里见到过速度这么快的胯，对吧？我说：“哦，挺不错的，挺不错的。那个同学可以到旁边冷静一下吗？我们后面毕竟还有那么多选手。”他说：“可以啊。”他这样送着胯就到旁边去了，好灵活。太优秀了！到我的时候，我已经明显感觉到，因为可能是面试官已经看到了太多条件非常优秀的女孩了，到我这已经明显没有什么耐心了。我刚刚上前一步准备开口的时候，他直接打断了我说：“等一下，你基本条件我们已经看了，就不要浪费大家的时间了。你有没有什么特长？”我觉得他一点都不尊重我。我当时冷笑，我说：“特长，哼，这个地方不够我起跑。”如果老师想看的话，可以放我下去跑给大家看。哦，3位老师是不是不知道怎么评判跑得快与不快是吧？没有关系，这样，3位你们现在从中随机挑选1位下去，我让他50米，我把他抓到，你们让我过，可以吗？当时其中有个面试官，你跑吗？我不跑了，累了，你先出去等一下吧。我说稳了。
过了一会儿出来通知我过了，我说过了。我说老师啊，我究竟是哪方面勾引了你们3位选择了我？老师说我们今天面试了1天了，确实没有看到过跑得快的空姐。你要跑得快的空姐干嘛？后来上了班才知道，个别旅客啊，极个别，他上了飞机以后，他认为空姐是住在行李架里面的。怎么说？就只要他一按呼唤铃，所有空姐必须像氧气面罩一样快速掉在他面前说：“怎么了？”对吧？有一次我还在工作间准备，突然呼唤铃就响了。你们也知道，练体育的听不了发令枪。我当时一下冲去在他面前，怎么了，旅客？好快！我开心极了，觉得自己的特长有了用武之地。转过头看了一眼我同事在门口胯只甩了一半。我完全能理解大家为什么想象不到我当空姐的样子，因为这个社会对这个职业的刻板印象确实太多了，对吧？很多电视短剧里面拍的空姐就是这样，穿着短裙、丝袜、高跟鞋，拖着一个飞行箱在那个候机楼走过去走过来的，对吧？都是这样，完全不是这样的。而且我当了空姐之后，非常不能理解，为什么我们在那么复杂的高空环境下工作，还要穿短裙、丝袜、高跟鞋，就不能穿裤子吗？对吧？我当时问过我的老师，其中得到的一个答案，他就是有一个让我印象特别深刻。他说穿裤子的话，可能有些旅客会觉得不舒适，不舒适是因为空姐穿裤子，你把飞机上那个拥挤的座位全部给它换成床。对吧？哪怕空姐穿着盔甲站在他面前，他都会不会觉得不舒适？睡着了看不见，巴卡巴卡，就看不见。而且丝袜这个东西真的很不方便，真的，在这个职业里，我不知道它的作用在哪里。从舒适度和安全的角度来讲，都达不到，不保暖还掉裆，穿过的都知道，对吧？有些质量不好的非常恼火，哪怕这个世界上跑得最快的男人博尔特，这身装扮参加奥运会，对吧？过去各位，预备，砰！啪！撞线那一刻，博尔特100米成绩58秒69，没有破纪录，破了2双丝袜。而且，如果飞机遇到紧急情况着火了，真的需要撤离旅客的时候，我们撤离的最后一步，所有乘务员需要脱掉自己的丝袜，因为丝袜的材质在这种环境下非常容易起火。你不是知道它不安全吗？在这么紧急的情况下，还要花时间去脱丝袜，那为什么一开始还要穿？你哪怕给我穿一条厚一点的牛仔裤，起火的时候，我甚至可以把它一屁股坐灭。真的。对吧？遇到紧急情况，这个时候着火了，我说火在哪？我一屁股坐过去，我的同事拿着灭火器来，火在哪里？我说火在当下。所以真的，对吧？所以空姐穿裤装真的会让人觉得不舒服吗？今天我刚好穿了裤子，我想拜托大家跟我在一起感受一下。尊敬的各位旅客，晚上好。我代表全体机组成员再次感谢您选乘本次航班，我们愿与您共同度过一段愉快而舒适的旅程。我是本次航班乘务长嘻哈，谢谢大家，我们下次再见。Hello， 大家好，我是嘻哈。哎，欢迎大家，我给大家做自我介绍，我是一个空姐，看得出来吧？听得出来气血很足哦。应该看得出来，感觉到不好欺负啊。但我刚刚上班的时候，有一次我在客舱服务，我站着发水，我就感觉我的屁股一直在被人摸，我当时都懵了，我本能反应转过去就是，你摸我屁股干什么？当时我声音很大，所有旅客都看向了那个旅客，他理直气壮地端着一杯水说，我没摸呀。
我叫你帮我加杯水。我说你叫我加水可以按呼唤铃，你按我屁股干什么？它也不会亮。同事说你声音好大，你就不怕他投诉吗？我说哎，我被摸屁股，我还不能声音大。再说他能投诉什么？下去就被投诉了。他投诉我说服务态度不好。我领导问我你跟旅客说什么了？我说我屁股不亮。领导说你怎么能这么跟旅客说？我说就是不亮啊，你的会亮吗？给我看一下。经常遇到这类的事情。还有一次，我的一个小同事，一个小妹妹，在客舱工作的时候被一个旅客要电话，旅客说你不给我的话，我就投诉你。我想办法能要到你的电话，非常害怕，走到后厨房问我姐怎么办。我说我跟你一起去。我走到那旅客面前，我说你是不是要他电话？你连我都一起要了。旅客说我不要了。我说你为什么不要？他说我就是不想要了。我说嗨，电话只想要一个了。刚刚发饭的时候，餐都要2盒。哦，但这句话我没说啊，我怕被投诉嘛。后来下去还是被投诉了，他投诉我非要给他电话。前不久我闺蜜也是给我打电话，我刚刚下班不久，她给我打电话说她在一个工作局上，她的一个工作局上她走不了，让我过去接她。我到了之后，他领导突然站起来说：“哎呦，空姐来了，快点，快点，快点！空姐来了，快点，快点，都在等你，来坐下吃点，都在等你。”我说：“都在等我。”我一看桌上什么都没了，等我干什么？等我来收餐。我刚刚下班又要上班，刚坐下，他领导就递了一杯酒在我面前。我说：“我不喝酒，真不喝了。”他领导说：“哎。”你们空姐不是都挺能喝的吗？我心想，什么叫空姐都挺能喝？你见到的空姐都是站在门口，您好，欢迎登机，15、20没有过，这样吗？没有吧？所以当天我还是压制着情绪，礼貌的跟他讲，我说真不喝了，领导，明天还要上班。我实在是不想跟他多说话，当时脸色也不太好看。只见我朋友的领导脸色一沉。拍了拍我朋友的大腿，说：“你朋友生气了。”我看到，噌的一下站起来，你摸他腿干什么？当时我仿佛听到有人说了一句：“他声音好大。”但我就这么一吼，当时在场所有人目光锁定领导，领导一看就是老手，他举起他右边的老手说：“我没摸呀。”隔着裙子不叫摸，我低估了他这张老嘴，我气到浑身发热，汗流浃背。当时左边胸上的硅胶胸贴气到贴不住，咣的一下就掉出来了。我捡起来想贴回去，突然看到有一只蚊子飞到了领导脸上。应该有一只蚊子。就是有只蚊子，我抓着我的胸贴一啪甩在他脸上，啪一声巨大声，当时领导都懵了，他说：“你打我干嘛？”我说：“没打呀，隔着胸贴不叫打呀。”好想跟他讲，这是一个女人宽广的胸怀拍在你不要的脸上。手收回来的时候，胸贴依旧在他脸上，显得他脸皮更厚了。他当时什么话也没说，只是默默地摘脸上的胸贴，一边摘一边看着我闺蜜说：“你朋友挺有种的。”你看，他连这句话都不敢对着我说，因为他知道我真有。而且他但凡有点常识哦，他就知道这不是我全部的实力。因为我还有一个胸贴。
回家路上，闺蜜就在车上担心嘛，因为她的领导跟我领导认识，会给我穿小鞋。我说可笑，什么叫穿小鞋？我胸贴都不穿。后来我朋友领导还威胁她，让她不要把这件事情说出去，不让她在公司说。好，我上电视上说。说出来是我该做的事儿，又如何是他该想的事儿？领导还跟我朋友说退一步海阔天空，哎，我不退他也阔也空啊！凭什么要求我们心胸宽广，他怎么不注意自己的言行？哎，我们坦坦荡荡的胸怀都需要遮遮掩掩，他猥琐的大脑凭什么堂而皇之的带出来？我觉得不公平，我建议他出门带脑罩。爽啊！还有这个领导，如果你不想被骂，你就别做，对吧？如果你做了，你就别怕被骂。如果你觉得今天我骂的脏，哈，隔着屏幕也不叫骂。谢谢大家喜欢。哎，我今天有点太好看了。真的，今天我看我自己，我说哇，人间水蜜桃，都有点不好意思讲我今天的内容了。我本来是想说我很抠门儿，因为虽然你们看不出来啊，但其实我对于时尚跟购物是一窍不通的。就在我心中，购物只有2种模式，一种是这个都给我插下来，另外一种是这个都不是我弄坏的啊。我记得有一年冬天啊，我为了奖励我自己，给自己买了一个200块钱的外套。我高高兴兴出门去，一个朋友指着那个 logo 问我：“你现在是有钱了哈？几千块钱的衣服，你说买就买。”我想完了，搞到假的了。但我是个很诚实的人，还是跟他实话实说。我说啊，我也不懂这些，喜欢就买了。最近呀，一个朋友跟我说，你现在呀也是红了，我带你去趟香港，了解时尚，顺便呢勇闯富豪世界。一到香港，我朋友就说，你别把你的通行证弄丢了。放到我的 LV 钱包里吧。我说这就开始闯了。他把他的钱包拿出来，我说这个上面也没有 logo 啊。他把钱包徐翻开 ，LV 在夹层里。我说哦，图穷驴线。我们俩在逛街的时候，他指着前面一个女生说：“他说你看。”那个人穿的是假裤子，我当时第一反应，我说什么是假裤子？就是他其实没穿。他那个是人体彩绘。后来我朋友带我去看香水，他说他喜欢祖马龙，因为很低调。但是别人一闻就知道是祖马龙。到这儿我真的忍不住了，我说这个别人他到底是谁呀？他为什么一直对你望闻问切的？而且真的有人那么懂品牌吗？因为如果是我闻到别人的香水，我只会说嘿嘿，你好香啊。我就跟我朋友说，你是不是有点太被消费主义洗脑了呀？他说，那你回上海的时候，我帮你升舱吧。我说消费主义也好香啊。那个其实是我第一次坐公务舱，我是非常紧张的。我坐那儿之后呢，想调座椅靠背，摸了半天，也没有摸到开关。你知道，主要是也不敢大摸，不了解公务舱。我怕我摁个啥按钮，给飞机舱门弹开了。那样的话，我的惊呼声会显得很像祈祷啊！门。
时特别想让空姐觉得我这个人体贴又有礼貌。当时空姐跪下跟我说话，我马上去了。我说姐姐，这又是何苦呢？空姐问我橙汁和水您需要什么？我说我都不要，我要你好好休息。不好意思，有点太油了啊。跟我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坐我旁边一个12、13岁的小女孩，她的父母呢坐我们后面。起飞之前，空姐过来提醒我们2个人调直座椅靠背，我们俩都没动。她没动，是因为她不在乎规则；我没动，是因为我没动。我做不到她那么松弛，还是带着一些经济舱的拘谨，就感觉我虽然人到公务舱了，心还没过来。怎么身体跟灵魂总有一个在经济舱？而且我当时看着他，我就想啊，他躺得那么平，他不怕待会儿飞机起飞的时候，他从后面滑出去吗？后来我想，他不怕，因为他身后有父母托举他。而且当时更让我生气的是，他背了一个香奈儿包。我说你12、13岁。你上初中哎，你背香奈儿干嘛呀？你拿它装笔吗？但是说真的，我是很羡慕他的啦，因为我爸从小就是穷养我，就对他来说，除了生存需求之外，其他都是浪费钱。我10岁的时候想吃榴莲，我爸就不高兴，他说你是真的想吃榴莲，还是因为它贵呀？我说有没有可能就是馋呢？我知道我爸可能怕我以后啊过度爱慕虚荣，但是榴莲有点太没必要了吧？那长大以后别人拜金，我拜金枕榴莲。哎，我本来只是一个馋嘴的小女孩，在我爸那儿我会成为一个榴莲捞女。其实我知道。就是当时在飞机上碰到那个女孩的那一天，是我整个人生当中第一次特别的想要一个香奈儿包，但多年的教育使我决定买个假包。经过我详细的市场调研，我发现那种很真的假包也要3、4千块钱。我当时问那个店家，我说这真的是假包吗？他说哎，包假的。其实我很清楚，我想要的根本就不是那个香奈儿包，是那种在任何场合下都可以很自在的感觉。但我还是想要一个香奈儿包，里面装满榴莲，这样别人一闻就知道，这才是真正的丑男儿。其实我上周已经买了，买的真的。哎，说出来又如何？真的，我今年很想多赚钱，我想给我妈也买一个香奈儿包，给我爸买一个刮胡刀，手动的。他如果有意见，我就问他：你是真的想要电动剃须刀，还是因为它贵呀？谢谢你们。这1年来呀，也是红气养人了。确实啊，今年又来了。我在去年的节目当中呢，就是表现出色。这个不是我自己说的，是我问了 AI。去年我上完节目之后呢，好多人夸我。还有人跟我说什么女孩子是世界上最美好的生物，女孩子都香香软软。我个人不太喜欢这种说法啊，因为我觉得我们女孩子是各种各样的，为什么一定要香香软软的，对吧？对啊，我们又不是什么法式小面包。但是直到最近，有一个零食品牌找我直播。当时真的没有忍住，我说我就是小面包，我香香软软。
可能因为我太谄媚了吧，最后没有接到这个商务。上完节目之后呢，好多人说记住了我的自信，还有一些姐妹跟我说很羡慕我的天生自信。哪有人天生自信啊？咱们从来没有见过哪个医生在产检的时候指着那个 B 超单说：“哎呀，你这个小孩啊，先天性自信呐。”然后等这个小 baby 在产房里面出生的时候，他就做自己。我是从小到大都很胖的，所以我不是天生自信，我就是天生胃口很好。哇，真的，我的胃口好到什么程度？当我第一次听说开胃这个概念的时候，大为震撼。我说啊，胃还有闭上的时候呢？你们还得叫他开门吗？你们怎么叫啊？你说喂。给胃叫生气了，胃说第一。谢谢你们喜欢这个梗啊，这个确实是我今年写书最喜欢的一个梗啊，没有任何原因，就是荒谬啊。我以前其实都很自卑的，我最自卑的时候是青春期，因为初中的时候特别喜欢把班上最胖的女生和最胖的男生拉郎配。对吧？初中都禁止早恋，而我在包办早恋。我跟那个男生啊都没有说过几句话，我们两个人不敢，因为我们但凡有一点互动，其他人就你看，真是天造地设的一大堆呀。真的，现在回想起来，我们两个人当时特别像那种被强制营业的 CP， 我跟他都想解绑。但粉丝们不同意。我跟他想解绑有一个方法，就是有一个人呢要瘦下来，但我瘦不下来，所以他必须给我瘦下来。到后面我疯了，我看见他坐在那儿我就生气，我说你运动啊，你跑步啊，你再不跑我就追你了。你不跑我就追你了。同学听到磕疯了，哇，他逃，他追，这一大堆，好，都懂啊，都是磕过 CP 的人。但这个说实话不是我当时最害怕的，我当时最害怕的是体检称体重。都懂啊，因为我每次围着上那个体重秤啊，好多男生围过来起哄，那个场面万人空巷。那会儿就已经像女明星了，但其实那个体重秤更像女明星。我像她的保安，因为是我在。别看了，走，我们称老师不拍照。这就是我的青春，所以我当时真的看不了一点青春片，因为你们那些女主角啊，要么天生大美女，要么丑小鸭逆袭。一个能代入的都没有啊！你们看过《初恋这件小事》吧？对吧？它讲的就是女主为了男主一路逆袭的故事。但你们可能忘记了，女主角有一个胖胖的闺蜜，她也有自己的 crush。我当时带入她看了半天，结果看到她一直在帮女主追男主，我真是恨铁不成钢。我说小胖龟呀！你就没有自己的男人要操心吗？后来那个女主角啊，她不是丑小鸭逆袭变得很漂亮了吗？好多男生都很喜欢她，结果小胖龟还是黑黑土土的。我当时真的很生气，我说我们不是闺蜜吗？你美白不叫我，学化妆不叫我，哦，吃饭你倒是叫我了。而且你还不吃，能不能管一下我们普通人的死活好不好？哎，能不能给我们普通人拍一个青春片啊？真的，能不能至少给我们造个梦，对吧？如果让我拍，我就拍里面那个女主角，她也胖胖的，什么都没有，
但他就是很自信，因为他身边的人都很正常友好。比如说，当女主和班上最胖的男生走在一起的时候，其他人只会说：“哎，你看，真是一对普通的2个人啊。”当女主体检称体重的时候，围过来一圈男生当她的保安，说谁都别想看她的体重。旁边医生说：“啊，我也不能看吧。”当女主因为有了 crush 开始身材焦虑饿到晕倒的时候，闺蜜递过去一个小面包，说美的没有天花板，你看你多香香软。而且为了男人不值得，因为没有4菜1汤的爱情就像一盘散沙，风一吹就不好吃了。我朋友听了我这些设想啊，他说你说的这个不是青春片，是舌尖上的中国。不得不承认啊，姐妹们，目前的环境催生不出来这样的青春片，所以真的，如果你们觉得自己不够自信，你就装，你们别管，你先装他一个疗程的。如果你实在不会装，你现在在兜里装一个 vivo S30，等一下哇 ，Live Photo 神器。拍出鲜活的自己，好好看看你们自己到底有多美好。事实证明，谄媚是可以接到商务的。而且我们仔细想，你装自信没有任何损失，哪怕有人过来问你说你凭什么那么自信呢？不要理他，掉头就走，因为你确实不知道为啥。就像我也不知道以前为什么要自卑一样。谢谢你们。其实我呀，也不是一开始就这么成熟美丽的。大家好，我是西七啊。今天我来主要是想跟大家坦白一个事情，就是我曾经呢是一名文艺青年，我当得太早了。我高中就喜欢大斌老师了。真的，那会儿高考动员会，老师问我们，你们以后都想去哪里呀？同学说清华、北大，我说大理、拉萨。老师很生气，说那你以后能做什么工作呀？我说我能当作家、主持人、民谣歌手、酒吧掌柜、黄金左脸。所以我高考结束就马上去了一家青年旅社里面做义工，在浙江一个古镇叫西塘。哎，我在那里生活很荒唐，因为我是那个青旅里面唯一的义工，我以为我去那儿可以净化身心、洗涤灵魂，没有净化身心，只有洗涤灵。我每天除了打扫房间，最重要的工作就是跟客人玩狼人杀。同学打电话问我西塘人多吗？我说狼人挺多的。然后那会儿大斌在西塘开了一家自己的酒吧，叫大斌的小屋。嘿嘿，真有同道中人啊！我特地就去那里朝圣了。哎呀，不要嘲笑我，好吗？好的。去过的人都知道啊，就那个酒吧，它有一个环节，就是让每一个观众轮流讲出他自己的故事。一个大哥站了起来，我之前一个人误入了无人区，走了1天1夜。以为自己要死了，这时候一头牦牛走了过来，亲了亲我的额头。我知道我要见到神明了。啊！这个张飞是从哪来的？张飞，这也太装了吧！但我当时管不了那么多，因为下一个就是我。我能讲什么？我才高中毕业。我说我之前一个人
误入了尖子班。模拟考试之后，我以为自己要死了。这时候，一头班主任走了过来，敲了敲我的额头。我知道，我要见到家长了。我当时在那个青旅里面待了1个月左右，认识了很多来自全国各地的客人，基本上都是背包客、骑行的和大学生，搞得我当时一度以为是我们青旅有规定，不能接待有钱人。我在那认识了很多人，没有一个正常人，他们都在朋友圈里卖佛珠，最近开始卖盲盒，买了一个，打开是佛珠。当时有一个光头哥啊，在我们青年旅社里面常住，他头上没毛，但他脸上全是毛，他留络腮胡，我当时乍一看，以为他头长反了。光头哥是那种很典型、很老派的文青，他最瞧不起的就是那些被社会时钟裹挟的人。他那会儿经常攻击我，他说：“像你这种只会死读书的人。”我说：“哥，我只考了一个2本。”他说：“你以后只会过那种最无聊的生活，你只会找工作、等升职、坐公务舱、住希尔顿。”我应当珍惜这份祝福。光头哥又说：“他说你要记住，你是为自己而活的，人生没有什么目的地是一定要抵达的。”我说：“我还没去过拉萨。”他说：“那你是白活了。”所以我大2那个暑假就决定要进藏。都说青春没有售价，硬座直达拉萨，但我没有坐硬座，我走路去。我是一边走路一边搭车了，还好吧，主要是搭车了。哎呀，走路太累了。我只是喜欢当文青，我又不喜欢运动。我当时年纪小啊，特别期待在路上碰到的人都是大兵书里面那种人，所以我一上车迫不及待问司机，我说：“你为什么想去西藏？你是流浪歌手，还是地下诗人？”司机说：“我放年假。”我说：“那你逃离原生家庭？”他说：“没有。”我说：“那你感情受挫？”他说：“没有。”我说：“那你肯定有抑郁症？”他说：“不想做就滚下去。”我的小嘴巴就闭了起来。我意识到这个车里啊是禁止文艺的，这不是一辆文艺之车，这是一辆汽车。2个人啊，在那个国道上走了2个小时左右，又搭上来一个男孩。那个男孩上车就问我，他说：“你为什么想去西藏？”我当时真的很紧张，透过那个后视镜看了一眼司机，我说：“啊，我放暑假。”那个男孩说：“我之所以想去西藏，他离滚下去不远了。我之所以想去西藏，是因为我之前一个人误入了无人区，走了1天1夜。”我说：“哎，好耳熟啊！”我还没说话，司机也坐不住了。司机说：“这个开头听了7、8遍，这无人区怎么人山人海的呀？”我当时进藏大概进了10天左右，路程很苦，但真的很美，但真的很苦。我现在已经完全过不了那样的生活了，我还是很想再去西藏的，但我要公务舱进藏，我要风光大藏。
你们也能听出来，以前的我呢是没苦硬吃，现在的我没钱硬花。但很多改变呢，就是在不知不觉之间就发生了。前2年我跟光头哥又见了一次面，在西塘的那个青年旅社里面，距离我跟他第一次见面已经过去10年了，一切都变了。他结婚了，有了小孩，还有了一份稳定的工作。但我能看出来有些东西没有变，他还是没有长出头发来。我当时特别想跟他说：“乖，摸摸头。”那天晚上，我跟他在青旅里面聊天，聊得很晚。光头哥说要走，我说你要去哪里呀？他说：“哦，单位给我在附近订了希尔顿。”我当时看着他离开的背影，没有忍住开口问他：“你不是说人生没有目的地，一定要抵达吗？”他没说话，但他的手机发出声音：“您的专车已经抵达上车点。”谢谢你们。大家好，我是石岩。我们家有一个小孩儿，现在孩子长得太快了，现在比我高，我都有点不太适应。真的，我从来都没想过，就是对于比我高的人，我还有抚养的义务。反正现在他管我叫妈，我想管他叫爸。我老公既是孩子他爸，也是我爷，也是他自己的孙子。我爸快到青春期了。如果你们家里头没有那种青春期的小孩，其实如果你上网的话，感受是一样的，就都是那种文化程度不高，然后自我意识很强，脾气也不太好。前几天我接孩子放学的时候，就听见2个小孩说，他说今天学的《三国演义》，写的什么玩意儿，想给罗贯中祖坟刨了。我就说文艺圈不好混吧，死多少年了，还有差评呢。他朋友就说，他说啊，那不是文艺作品吗？他说那不行啊，他把曹操写成卑鄙小人了，我觉得他伤害了我，因为我就姓曹。那孩子就说，他说那曹雪芹还姓曹呢。他说曹雪芹哪一班？曹雪芹啥哪一班？曹雪芹讲脱口秀的。我青春期的时候没想过刨人祖坟。我是属于那种胡思乱想、智性恋。我那时候成绩不太好，然后但是我生物学的还行，我就天天担心，就是担心将来自己的孩子笨。那个时候就有了那种很严重的生育焦虑。反正我不知道我的孩子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在天上选妈妈的。我上初中就开始给他选爸爸了。我那个时候我不看帅哥我也不学习，我天天在教室里头研究学校成绩那个大榜。怎么说呢？反正这么多年过去了，现在还是喜欢榜一大哥。但是第一次做父母嘛，确实是踩过很多坑。之前给孩子买过那种学习机，拿到手之后就感觉自己降智了，感觉自己说话像个傻子似的。我说孩子，你看妈妈新给你买个学习机，玩不了游戏，多有意思。你学习吧，他说是学习机，其实就是那种没有游戏的平板。就放在那块儿就是落灰，就天天就是落灰。我说这是学习机吗？这不灰机吗？哎 ，Windows 不联网都能有个扫雷，他没有。好不容易找着一个游戏背单词儿的，说一个单词儿，那个小怪兽就没了。你再说个词组，大怪兽没了。但是你想干掉那个大 boss。你得说一句流利的英语，你就感觉说的不是英语，是咒语。这游戏玩通关之后，孩子就跟老佛爷似的，满脑子就一个想法：我要洋人死。
所以家长现在就是很脆弱，我就感觉很容易就被一些东西击碎。前2天我在那个书店，在畅销书里看见一本书，叫《手把手教你上大专》，我有点崩溃了。当时我说什么玩意儿，上大专还用看书啊？哎，伤害你。上大专有没有可能他就不爱看书？我说这个世界好像变了，就跟我那个时候不一样。我上学的时候看的啥呀？我上学的时候看的可是哈佛女孩刘亦婷啊。后来我上的大专吗？现在当家长了，直接给你摆一本上大专，让你认清现实。真的，我就问他们店员，我说，你说现在看点啥课外书还能上哈佛呢？他说，要不你看点课内的呢？就是现在书看不明白，现在孩子书包我也看不明白。现在小孩的书包叫大容量减负书包，你就感觉这个书包厂家的老板，他小学就辍学了，因为他但凡念到初中，他马上就能学着物理了。那玩意儿体积越大，质量越大嘛。你体积要变大，质量变小了，那确实是减负了。物理书没带。我就问他们客服，我说你这个大容量减负又是什么原理呀？他说我们吧是在这个书包里头加了一块板子，减少书包呢跟孩子这个颈椎的碰撞，让孩子感觉到减负了。我说那没毛病，你这书包容量不大，你都放不下这块板子。啥叫大容量能感觉到减负了呀？话还能这么说呢？那以后话都能随便说了。我感觉这抽烟还能润肺呢。我感觉喝酒可以保肝，随便说呗。我感觉赌博可以发财。随便说了，我感觉录这个节目可以交到真心的朋友。随便说，感觉他们请的这些嘉宾、明星、各位导师，他们都是真的懂喜剧。随便说，我说的是上一季淘汰的嘉宾。哎呀，感觉现在自己有点喝多了呢。随便说了，感觉相声还是有未来的。话都随便说了，现在就感觉家长这些话都随便说。前2天我闺蜜就跟我说，她说：“哎，你说等咱孩子高考那天，咱们是不是就可以穿旗袍了？”我说又开始随便说了哈。我说孩子高考为啥妈妈要穿旗袍啊？腿上写答案了。这个又是什么原理呢？怎么孩子打野辅助在这换上皮肤了？他说那个旗袍嘛，旗袍旗开得胜啊，寓意好。我说那是，我说那不爸爸光膀子寓意也好啊，寓意每个孩子都能有一个光明的未来。所以我有的时候就觉着《花样年华》里边张曼玉跟梁朝伟他们就是没有孩子，他们要是有孩子的话，根本就浪漫不起来。张曼玉天天穿个旗袍叼个小烟儿，就是等孩子放学呢。梁朝伟说如果还有最后一张船票的话，张曼玉说别闹了，孩子今天高考。我今天所有的话都是瞎说的，对不起。但是我现在还有一句正经话要说，其实可以不用把旗开得胜的重任放在妈妈身上，因为孩子有孩子的人生课题，妈妈有妈妈的花样年华，不然的话我们都是一样的年华。讲完了，谢谢。谢谢。翟佳宁的表演我也听了，说实话，超雄我不理解。
我觉得他要是不喜欢节目，可以不来。我这么讲，哥哥不会生气吧？好了，到总决赛我也挺开心的。你们看我今天的打扮也看出来了，今天就是我的成团之夜。哎，好，今天总决赛了，跟大家讲一段就是我一些不为人知的往事。大家不是一直说我长得像杨天真吗？嘿嘿嘿嘿嘿嘿，现在不像了啊，他瘦了。前2天有人以为我才是真的杨天真。不过有一点确实很像，就是我之前也当过一段时间演员经纪人，是真的。很好奇我带的是谁吧？不用好奇了，他没有我红呢。这个是很久之前的事情了，就当时我们2个人都很努力，但我们2个人就是能力很差。当时我唯一想到的，我说黑红也是红，我都忍不住问他，我说你就真的没有出过轨吗？他说老师，单身也能出轨吗？我说那你逃过税吗？他把盒饭一放，啊，没有收入也要交税吗？就公司给他做的那个演员资料，跟我的简历一样，过度包装，写他身高1.83米，懂的都懂，1.72米，说他擅长武术，他只会嘿，哈，吼，招数不多，但声音很大，还说他精通日语，但其实他精通的是这种日语。识时务者为俊杰。就我那个艺人，他不光是没有特长，业务能力也很一般。我有次带他去试戏，演一个霸道总裁，一点也不像个总裁，顶多算个霸道个体户。我还得硬着头皮跟副导演一顿猛夸，我说他这是为这个角色而生啊！我当时越说越委屈，我说这是在考谁呀？怎么他演得越差，我就得演得越好啊？戏接不到嘛，就想上综艺提高一下人气，但他对自己的名气有很大的误解。我那会儿呢才刚开始讲开放麦，然后他跟我说：“你想想办法，我要去吐槽大会当主咖。”我说：“你有啥好吐槽的呀？你到现在只演了10部戏，只有2部在豆瓣上有评分，去掉一个最高分，去掉一个最低分。”你的平均分就是0呐，其他嘉宾可以吐槽你的，我刚刚已经全部说完了。他不死心呢，他说那我要去脱口秀大会。谁能想到6年了，他没上成脱口秀大会，而我也没上成脱口秀大会。但我知道确实不能全赖他，就是我的能力呢更差一些。因为我在入职之前给这个工作想得太好了，我以为经纪人啊可以在娱乐圈里面只手遮天，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让整个娱乐圈里没有晴天，除了10个晴天。但是我入职之后才发现，只手遮天、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是他会的所有武术动作。我当时真的以为经纪人的工作就是在那个保姆车里面啊骂演员，说你要是再不努力，娱乐圈就没有你的位子了。后来是我跟艺人挤地铁，我们俩都没有位子。我当时每天最主要的工作呢，就是跟副导演我说求求了，给我们家哥哥一个角色吧。有的副导演比较势利，看不上我们这种小经纪人。有一次我在旁边等了1个小时，才有人过来问我说：“哎，你好，咱们这里还有角色吗？”把我当副导演了，我赶紧解释没有了，下次早点来吧。把竞争对手全部赶走，就这样，他也没选上。我在想，导演可能觉得说，要是实在找不到合适的人演的话，就把这个角色删了吧。但我是很喜欢我的艺人的，我希望可以给他搞红，我就开始向那些成熟的经纪人学习。我发现他们都是非常的热情亲切。比如他们见到谁都会啊，亲爱的。我第一次被人叫的时候，我想啊，什么时候爱上的？不是第一次见面吗？
有一天，老板让我去给副导演工作室送几杯奶茶，我当时鼓起勇气走到一个副导演旁边，亲爱的，喝点奶茶吧。他头都没抬，说放桌上就行。我当时年纪很小，我恼羞成怒，我提起那个奶茶掉头就走。但我的职业素养告诉我，我一个人喝不了那么多。又重振旗鼓，放前台了。老板给我发信息问我送了吗？我说放门口了。拍个照你看一下。我当时入职了2个月，一个活呢也没有给他接到，我就去找老板。老板说：“哎呀，你着什么急呀？哎，这样，你先给他搞个饭圈吧。”我说：“人多才叫饭圈，我一个人搞，只能叫饭点儿。我们2个饭点儿，是一条饭线段。”老板说：“慢慢来，你先买几个人去给他接机。”我说：“先不说他有没有机会坐这个飞机哈，就到时候那一大堆人啊从经济舱出来怎么接呀？”老板说：“不管，先给他造势，你先买一点水军去给他微博控评。”我说：“你还是有点不太了解他，老板，他一般微博只有3条评论，1条是我，1条罗伯特。”还有1条是他回复罗伯特，就是干了半年就被开除了，因为半年了还是一个活儿都没有接到。你们知道我是有底薪的，也就是说那半年我赚的比艺人还多。不过好在他现在已经没有当演员了，他现在是一家酒吧的主理人，过得很幸福。你看，我就说他天生霸道个体户。上次他来看我演出了，看完之后他也挺高兴，他说咱们俩现在都挺好。其实当年我也不怪你。我心想我也没怪我。他说其实我早就知道自己不适合演戏了。我说但是我是一直相信你很有天赋的。他也释怀一笑。我想这么多年过去了，我的演技还是这么好。我是真有天赋啊。谢谢大家。Hello， 大家好，我是刘洋。现在也可以跟大家说了，然后今年呢也是同时参加2个节目，喜人还有这个喜单2个节目一块儿参加。去年也是参加这俩节目，有的时候你连续跨年跨年去了，这舞台有毛病，这舞台。我该不会一会儿也要去学导演了吧？你知道，你连续2年跨平台参加2个节目，你就会有一种，你好像在肩负2个平台和谐共处的使命的感觉。我现在都不是刘洋教主，我是文成公主。最近有一点公主病啦，最近。因为我的膝盖有问题，我的膝盖是这样，就是这个髌骨这个部位啊，它是能移动出来一节，就是它能移动。这个还好，这个还好，没想过去治，因为有的时候走路的时候能帮我看看后面来没来车啊，这个。但是最近不一样，最近它开始响了，就你只要一弯腿，它就嘎巴嘎巴的响。我说这得去医院看一看。我有个朋友给我推荐了一个专家号，特需专家，500块钱。各位，我在想，一个号如果贵到500块钱，你最好给我说出一个我没听过的病。你要说就是老了，我可不走了。然后那个专家果然名不虚传，我到了他那儿才知道，原来我这个髌骨外移的症状对应的病叫做髌骨外移。然后这个专家说，你现在这个情况最好立即做手术。我说太好了，你们医院做这个手术最好的人在哪儿？他说就站在你面前。我说那快来到我身边，我的膝盖都为你鼓掌了，我现在。然后这个专家跑过来给我检查我的膝盖，他一蹲下来，我一点没骗各位，他膝盖比我的还响。我说快请起吧，这特需专家是哪个需啊？这是，您就给我推荐个一般需的专家就可以了。
然后他给我解释了为什么他膝盖会响，以及我为什么必须找他做手术。我一句都没听清，因为他膝盖太响了。我们俩都不能同时在屋里面走路。别人说：“哎，里面在打快板，里边有天津人。”然后同时他说你还可以选康复训练。康复训练是这样的，就是放松大腿外侧的肌肉，把你的膝盖推回去。我当时就选了这个，我说这个多完美啊！虽然保守，但不疼啊。选错了。一到康复科就觉得不对呀，这个地儿那都不像一个病房，那就像一个满清十大酷刑的主题乐园。哪有床啊？那都是各个刑具啊，放在那儿。有个老大爷正在那儿玩车裂这个项目，4个人抓着他在那儿。我说我是没来过康复科，这边都是先弄坏了再康复嘛，这。然后那个康复科的医生过来，他先用筋膜刀给我放松大腿。各位，你知道筋膜刀吗？筋膜刀就是用你的筋磨刀。筋膜刀一刮，我都对自己有了新的了解，我才发现原来我的泪腺长在大腿上。我天，那刮的我都快崩溃了。他刮的就一个小圆铁罐，这么一刮，我说我去，你刀开这儿了是吗？他说腿还疼吗？我说腿还在吗？他说当然在了，这不给您装包里了吗？走的时候，看到没有？然后那个东西给我刮了几下之后，真的很有效果，没有那么疼了。他说不疼了吧？我说太好了，您果然厉害，一点也不疼了。他说那我们正式开始喽。正式开始是他拿手肘摁，我当时想手肘还能比筋膜刀更疼吗？他一摁，我说我去，大哥这是手刀啊，这是，不是康复科的康复，什么 Chinese 康复啊？我说不行，咱就用真刀得了，你给我截肢了，我还多俩新段子。残疾人脱口秀该洗牌了。给我摁那第一下，我都不是疼，我是直接看见我姥姥了。然后再摁，我就看到我其他的祖先，我太姥姥刘备、刘邦什么的。刘邦说：“大风起兮云飞扬。”再这么下去，得摁死我们小刘洋。关键疼成这样，他还跟我聊天。这个时候是聊天的场合吗？他在那儿跟我聊，他说疼吗？我说你瞎吗？他说疼就对了。人呐，就3个部位疼起来最要命。第一，三叉神经痛，疼的时候面部拉扯，头痛欲裂呀，男人呐。第二，带状疱疹，俗称缠腰龙，一滴汗下去针刺一般呐，男人呐。这第三呐，就要数那肾结石了。我说这和我的腿有屁关系啊！他说就是给你科普一下。不说我是疼起来很无知吗？我需要你科普。他也觉得这样不对，他开始问我关于我的问题了。大哥，我疼成那样就不要问我问题了，真的很像刑讯逼供啊。他问我的每个问题，我都从根儿上实话实说，根本来不及编瞎话呀！我在那儿问我你是做什么工作的？我说喜剧演员，参加了一些综艺，留下了很多精彩的作品。哦，那你是一直干这个吗？不是，以前洗头房老师，现在已经从良了，还孩子一个快乐的周末啊。那你们平时是不是都挺幽默的呀？我说很幽默，经常一句话就把别人逗笑了。真的，吹牛了。各位，那天我对疼痛都有了新的理解。我以前问我一个朋友为什么不打耳洞，他说因为怕打耳洞很疼。各位，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害怕打耳洞疼的人？如果真的有，我给各位一个建议：你在做康复训练的时候打耳洞。
真的管不上耳洞疼啊！一摁腿，大耳洞，两边都大，耳骨钉，鼻钉，鼻花，文化，支持4个支持，阑尾也切了，阑尾，拽。关键是康复训练都疼成这样了，能想象我平时膝盖有多疼吗？一点儿也不疼，一点儿也不疼，它只是响而已，它只是一个很吵的膝盖，再吵能有我段子吵吗？那天我整个人生都开悟了，各位，我突然想明白一个事儿：如果你的人生中有一些小问题一直没解决，你就不要去解决，你就把它放那儿吧。因为有的时候解决它付出的代价更大，就像我现在，我每周花1天时间做康复训练，剩下6天从康复训练中康复。谢谢大家，我是刘洋教主，谢谢大家。Hello， 大家好，我是刘洋教主。又走到总决赛第1轮了，去年就是在总决赛第1轮淘汰的，可以说离走完全程就差一点儿。今年就完全不一样了，看了前面的节目就知道了。今年差的不是一点半点，我天！之前的节目上来一轮，上来一个我比一个，上来一个我比一个，比一次我输一次，比一次我输一次。我现在去待定间就跟回家一样。我在待定间唯一的一件事就是给新来的人介绍这个待定间，告诉他们，你看这儿能拿水这儿这儿能玩手机这儿你在这儿偷哭别人发现不了啊。我天，真的比一轮待定一轮，我在现场的时间都没有现场观众多。待定的我都开始怀疑自己了，我在想我还适合说脱口秀吗？但还是大数据懂我。当天晚上小某书就推给我一个帖子，快来喜单报名当观众吧。那一瞬间他不是小某书，他是冒犯的艺术。而且这不是他第一次冒犯我了，他之前一直给我狂推一个2合1的洗发水，希望我来买。2合1洗发水是洗发沐浴2合1，因为他觉得我是一个懒蛋，我洗澡的时候懒得摁2次瓶子，我说我不买，但他觉得是没有懒到我心坎上，所以开始给我推荐3合1的洗发水，洗发、沐浴、护发3合1。你很难想象一个洗发、沐浴都不分开的人有护发的需求。我说我不买，他最过分的是开始给我推荐5合1的洗发水，5合1，洗发、沐浴、护发、洗脸、剃须泡，我都不敢买，我怕我买了之后打开盒子里面就是块肥皂。而且我之前做了近视眼手术，我这个眼睛不能进水，然后汗水也不行，但是我又特别喜欢健身，然后小某书给我推荐了一个几乎完美的解决方案。他推荐我健身的时候戴一个潜水时候的游泳眼镜。各位，您有戴过潜水镜去健身吗？眼睛不可能进水，因为一看就知道水在脑子里。汗水进不了我眼睛，别人也进不了这健身房啊。别人一进来看到我说，我去，这健身房水这么深吗？我说我干脆不如我就再背个氧气瓶，我带俩脚蹼得了，我穿戴齐了健身得了。因为是这样的，各位，如果我只带潜水镜健身，别人会觉得我是一个有病的人；但如果我穿戴齐了健身，别人只会觉得我是一个迷路的人。我一进健身房说：“哎，海呢？不是，又走错了。哎呦，来都来了，练一组吧。”你知道他还推荐我啥？他推荐我洗澡的时候也带这个潜水镜。各位，这真的有点触碰到我的底线了。我在想，我不带，不就是闭眼吗？闭眼就好了，水不可能进到眼睛里，我就闭着眼睛洗。我闭着眼睛，水打湿我的身体。我刚要开始洗头的时候，我发现，我真分不清哪个是洗发水啊！我就后悔没买那个2合1的洗发水啊！那一瞬间，我都跟黑灯共情了。黑灯那个发型一看就是经常拿错洗发水啊！
本来要拿洗发水，拿成了炸药。我在想，洗发水上连个盲文都没有，连个盲文都没有。其实有盲文也没用，很多地方有盲文也不解决问题。你比如说电梯的按钮，电梯的按钮上面是有盲文的，这样盲人就知道我要摁几楼了，多完美。但你能不能行行好，给人家配个语音，告诉人家盲人现在停的是几楼啊？这要是中间多停几次，电梯门一打开，我都不知道我在哪儿。电梯里是盲人，电梯外是盲盒，盲人只能盲猜。要去20楼，摁完了之后，中间停了4、5次，猜了4、5次，实在不行了，一下来必4。旁边人都惊了，说：“我去，盲人要开车呀，这盲人。”而且我觉得这个世界就是这样的，经常就差一点，就差一点点就解决问题了，就好像我的人生一样。我之前也是，我之前差一点点就学会防身了。我是这样，我是在那个之前有一段时间计划出国演出，然后我说这个老说国外很不安全，我就查一下在国外怎么防身。他们推荐我在国外买一对那个纸虎，纸虎我不知道各位见过没有，就是5个大粗戒指连在一起，就好像你把奥运5环抓在手里了。就那个玩意儿的攻击力，就别人如果来抢劫我，我一拳下去，既保住了我兜里的200块钱，又能赔他2万医药费，非常的有用。但这个东西买的时候我就在想，我说这玩意儿差一点，差一点点就能防身，因为如果我把它买来，我只能把它放到我的包里，放到包里它就没有了防身的意义。别人一持刀抢劫我，我说 OK， 你还敢抢劫我啊？你不知道我包里有什么吧？啊！哎，我给我一刀啊！这拉链还卡住了，这拉链啊！大哥，你稍等啊！大哥，哎，我这又一刀，大哥，别捅了，大哥，大哥，哎，这里边还有个布袋子，这绳子怎么这么多？大哥，哎呀，别捅了，绳子还卡住了，拿你刀拉一下，刀拉一下，刀拉一下。我后来在想，我干脆学一些那个真正的武术来防身好了。建议，爱奇艺，爱奇艺，我是不是早就已经被大哥捅死了？刚刚那声你们听见了是吧？太吓人了哈！爱奇艺的喜欢，那我再演一遍。他们。后来我在想，我不如学点真的武术来防身。我特别想学那种国家名字加武术名字的东西，听着就很厉害，什么巴西柔术、巴柔、泰拳。后来我仔细一想，我说我如果要防身，我练什么武术啊？我练跑步啊！哎，跑步是世界上最好的防身方式。你什么时候见过博尔特挨揍？一次都没有。那边刚一挥拳，博尔特已经20米开外了。你想打博尔特，你得先打兴奋剂。而且我能证明跑步是最好的防身方式。接下来这段需要大家稍微集中精力来听，才能跟得上。它是这样的：人类有一段历史时期，奴隶制时期，每天在持续的从非洲搬运最强壮、运动能力最强的人运到美洲大陆。所以后来所有的那些最好的运动基因全留在了美洲大陆。所以你看，什么橄榄球冠军在美洲，篮球冠军在美洲，拳击冠军在美洲，但马拉松冠军在非洲。跑步是最好的防身方式。但即使是最好的防身方式，也差一点点。因为这样的，就是我平时穿的鞋呢是这种鞋，跑不快。我如果带跑步鞋呢，我就只能把它放包里。别人一抢劫，我说 OK， 大哥又来啊！你这玩意儿，哎，大哥又给我一刀，还是上次的刀口啊！这里面是纸虎，已经用不到了。哎，这怎么这么多东西？洗发水、沐浴露，早知道买个3合1了。哎，这是什么？第2轮的稿子，现在已经用不上了。大哥，你拿着它。大哥，你拿着它。替我夺冠！大哥看着我的尸体说：“就这稿子进了也夺不了冠。”然后我如果真的想防身，我得学会飞才行。但实际上会飞也差一点，因为我想起了一个经典的失败案例，就是希腊神话里面的伊卡洛斯的故事。伊卡洛斯大家知道，他有一双蜡做的翅膀，
然后他飞得太高，太阳把他的翅膀融化，他就从高空摔下来，摔死了。大家一直在嘲笑他的失败，但其实在我来看，他有很多的优秀的优点，比如说他热爱飞翔，他勇往直前，他向往自由。在我来看，他唯一的缺点就是他竟然不知道等到晚上再飞。那晚上飞还凉快呢，晚上啊。如果光看结果的话，他的确是一个差一点的悲剧人物。但如果只看过程的话，他其实只是一个极度热爱飞翔的人。这期也比到这儿了，2季以来非常感谢大家。我希望我能在喜剧的舞台上，永远做一个热爱飞翔的人。刘洋教主下台鞠躬。Hello， 大家好，我是刘洋。一路走过来耍帅，然后牙磕到话筒上了，刚才。总决赛了，然后跟大家聊一下今年的一些变化。今年首先有一个显而易见的变化，在2个节目里面都取得了非常卓越的成绩。说实话，我现在人性都有点变了，我现在开始装了，你知道吗？尤其是回答记者提问的时候，采访的时候，记者问，2个节目都一直赢的感觉是什么样？我说，是一种超越了主观意志的失重感。他说什么意思？就是飘了，还是什么意思？但是我今年最大的一个变化是我今年当爸爸了。谢谢大家。然后有了一个儿子，叫小野，他出生非常有意思，跟各位说一下，他出生在4月30号，给各位科普一下，4月30号是国际不打小孩日。一出生带给我一个信号。但是我不怕，因为我不过洋节，我。然后他还有一个冷知识分享给各位，现场你们算来着了，就是刚满月的婴儿不会说话。哎，很多人不知道这个事儿。刚满月的时候，我们俩把他接回家，我在电梯里抱着我儿子，一个老大爷执着地问我儿子：“你多大啦？多大啦？”我说：“你告诉人家呀。”没礼貌的，不好意思，大爷，这孩子特别不会说话，但是他不会说话，特别能哭，就哭起来真的哄不住。我已经想尽一切办法了，就不知道咋办。你在这抱着哭，给安抚奶嘴哭，你在这抛接他哭，单手抡哭，把他用球投篮哭，不知道该怎么办。他哭得最狠的时候，我忽然意识到，完了，将来我跟他一块坐高铁，我会被骂到死。而我对这事儿无能为力。如果高铁上还有一个脱口秀演员把骂我的这个事儿写成段子，我就彻底完了。我儿子只是丢脸，我连段子都丢了。所以我想了一个策略：如果我跟他一块坐高铁，我要抢在所有人之前先生气。我要先假装不认识我儿子，然后我儿子一哭，我就站起来：“谁家小孩？谁家小孩放我旁边哭呢？有人哄没人哄啊？没人哄，我哄了啊！还没人哄，真哄了啊！刚好带着个安抚奶嘴，来孩子谈上。我呀，就是一热心肠，平时也不帮忙。这孩子我都不认识，多大啦？然后，我自从有了孩子之后，我突然就开始理解那些在高铁和飞机上坚持要用手机开功放的人，他们肯定是想尽了一切办法，都没法让手机安静下来。他们自己在家哄，根本哄不住，跟手机说别播了，好不好？别播了，播完这个就不播了啊！哎呀，还连播了，哎，该死的大数据啊！喊个安抚奶嘴没用，还是播，然后带到高铁上还是播，没办法，他也不能像我一样突然站起来，谁家手机啊？这是，没人要，有人要没人要？不可能，一定会有人要。他只能跟别人说不好意思啊，这个手机播没电了，就不播了啊。这样我一会儿把声音开到最大，声大，耗电快啊。但是最大的一个变化是这样的，就是自从有了孩子之后，我变得特别多愁善感。就特别容易动情，然后一动情就特别想哭。但单口喜剧演员是这样的，我们一旦想哭的时候，我们会立刻开个玩笑，把这种哭的氛围化解掉。
比如说我有一次参加我最好朋友的婚礼，台上真的很感动，我坐在桌上，我眼泪就在眼眶里转，然后旁边一个人问你感动啦，我说啊还不上菜，饿哭了我都，基本上就是这个水平。但是有了孩子之后，就你真动情了之后，你发现你开这种玩笑，水平直线下降，没有任何人懂。我自己，他刚出生的时候就是我自己在产房门口等，因为我老婆剖腹产不让我进产房，你知道在产房门口是很焦虑的，你也不知道孩子什么时候生，门口也不会有一个倒计时，在那放着3、2、1，当爹啦，不会有这东西，我就在那徘徊，我说什么时候生？突然我听到一个婴儿哭，我说啊，这是婴儿哭吗？还是一个猫叫呢？这个季节也是闹猫的季节。然后护士说刘先生可以进来，我说我家闹猫了。我一进来，护士跟我说刘先生恭喜你母子平安。我先看我老婆平安，我说太好了。我说我看一眼我儿子，他就指着一坨红色的东西说这个。我说嚯，这是我天，你很难形容那一坨东西。就是一个无毛猫直接扔在那边，一个小婴儿，那个胎毛就这么噌就炸了，就感觉他被世界吓了一跳去，然后整个四肢就控制不住，在那乱挥舞，然后整个脸皱缩，眼睛还瞪大，就完全跟反祖了一样，整个婴儿。我一看孩子，我说嘿，地道的北京人啊。我的理性告诉我，这孩子太丑了，我天，真丑。我的感性告诉我，他太好看了，我为他挡子弹。然后我的理性感性一交织，我整个眼泪就往上涌，在眼泪就在眼眶里打转。然后护士问我，起名字了吗？我说起了，叫红毛小星星。大冷场，产房都冻上了，护士连梗都不接。就让气氛尬在那儿，你至少接一句啊！哦，那先生是姓洪吗？你至少。不是，先生不是姓洪，先生是喜欢陈信洪。这个梗从诞生到现在效果没好过，但这是我给陈信洪的一封情书。然后他在月子中心也是，我特别容易动情。我把他放在月子中心，然后放在护士站，一排玻璃墙，然后那后面一排婴儿，护士在那照顾。我自己晚上回来去看他，我趴着那个玻璃，我说儿子，我儿子在里面一手拍着玻璃，一手拿起墙上的电话，爸爸，坚持上诉啊！然后我正感动的时候，眼泪正在眼眶里打转的时候，护士跑出来说：“先生，你要来干嘛？”我说：“我来挑个婴儿。”这护士也不接梗，我只能自己接梗。我说：“不挑了，你这个看着挺甜的，你多大啦？多大啦？不说话，这孩子这太膨胀了。”但是他出生之后，我爸妈来看他，我爸妈60多岁了。正是上班的好年纪，然后来我家看他，2个人在那逗小野玩，然后那一个瞬间我懵了，我整个人懵了，因为这样就是我儿子长得跟我小时候一模一样，然后我爸妈在逗他的时候，我忽然意识到，这是我这辈子第一次从这个视角看到我爸妈在逗一个婴儿时期的我那一瞬间整个就不好了，我才明白，我说原来那个一直哭闹的婴儿就是我。原来那个一直不懂事的婴儿就是我，原来是我让我爸妈多了很多的白头发，当然更多是因为新陈代谢哈，一些自然规律。然后我当时我在想，我小时候因为不会说话，没有表达出来的爱，好像会说话了之后也没有跟父母好好的表达，所以有一个瞬间我特别想跟我爸妈说点啥，我又说不出口，因为眼泪就在眼眶里打转。我刚要说，然后我爸妈转过来说怎么了？我说。你看他像个红毛小星星。谢谢各位梁教授，谢谢大家。Hello， 我是刘洋。熊孩子的家长来了。
好多演员都说想看看我儿子，翟佳宁这辈子不可能了。然后，开玩笑的，开玩笑的，30年之内不可能。我叫刘洋，然后这2年一直在参加节目，获得最多的这个标签就是卷、紧绷、特别忙，的确很忙，的确很忙，日程总是塞得很满。然后前一段时间有个朋友想看一眼我的日程，我给他发过去一份我的日程表，他说这个是1周的，我说这是周1的，非常的紧绷。我周围所有人都比我松弛，我爸甚至都比我松弛，这个很难理解，但他的确比我松弛。我这个名字是这样，我的名字是我爸给起的，就这个杨字。这个杨字呢，它的意思是晴天。有的人听了之后说，哦，好美的寓意，是寄托了你爸对你美好的期待吗？其实不是，因为这个字儿是上户口的人打错了，他充其量寄托了上户口的人对我美好的期待。我爸给我选的杨是这个杨，取自《归去来兮辞》，周遥遥以轻扬，意思是洒脱随性不计较。上户口的人就打错了，我爸就接受了，可见我爸才做到了洒脱随性不计较。我爸才应该叫刘洋，我这么忙，我应该叫流氓。甚至我的粉丝都比我松弛，这个我非常不能理解。前段时间我在网上传了个段子，然后有一个人在底下骂我，他说这是我看过最不好笑的东西。我20多个粉丝冲到这条微博的下面，在他的评论底下贴出了我春晚节目的链接。还单独艾特他，看看这个呢。别人朝我打子弹，粉丝给他换核弹。参加这个节目也是，参加各种综艺节目也会被骂不松弛。去年我在《喜人奇妙夜》夺冠了，最后拿着冠军的奖杯发表获奖感言，泣不成声。一个弹幕飘过，他要是更松弛一点，还能取得更好的成绩。冠军了，大哥，更好的成绩是什么？冠名吗？在这个节目也是，去年参加这个节目有一个画面，我正在写节目里的段子，啥也没干，在写段子，然后一堆弹幕飘过，刘洋就是太不松弛了。不是大哥，我要怎么松弛啊？我本意思我不写了。导演说你上台讲段子，我说不讲，我上台我就站着，不是松弛，我上台我晃手，我知道啊，我上台我就玩，我上台我玩行为艺术，我上来之后说大家好，其实今天我是来给大家拜年了。爆竹声声辞旧岁，飞雪连连迎春来。刘洋教主一登台，观众个个发大财。哎，你们的欢呼让我开始反思了，我春晚应该演这段的呀。总之就是开始学一些松弛了，开始学松弛了，然后根本学不会，我的妈呀！网上的一些松弛教程越学越紧绷。我搜到一个教程，名字就叫“轻松获得松弛感，只需要每天做完这21件事儿”。我其实得快点讲，因为我今天还差16件事儿。我还关注了一些松弛博主，各位见过吗？那些松弛博主，他所有的视频就是拼尽全力的展示他们毫不努力。有一个松弛博主是这样的，他所有的视频就是他打高尔夫球、骑马、徒步，在海边一边散步一边喝香槟，哎，就这些松弛的事儿做完，微信步数起码2万步，不起码4万8。甚至他每条视频的结尾还要在那儿喊，他说真正的松弛就是要明白，没有什么是你必须要做的。这个这么松弛的博主日更，这不是有必须要做的吗？日更啊，而且每个结尾还说友友们给我点个赞吧，我从不给他点赞，因为没有什么是我必须要做的。有一个博主，有一个松弛博主，他点赞过万的视频是他去西班牙旅游，
他说来了西班牙才知道真正的松弛就在西班牙，差点就信了，但我没有，因为我真去过西班牙。在西班牙，你何止不能松弛，你都不能松懈。走着走着路，抱回菜吧。我搜旅游攻略的时候，我就觉得不妙不妙不妙。有一个攻略上面写着，千万小心，偷在西班牙，抢在法兰西。我说这是俩特色旅游项目吗？去的时候导游说，哎，您跟别地儿被偷都不算被偷啊，还是得尝尝咱老班牙的手艺。老班牙的手艺名不虚传，我去那儿第1天，我的移动 WiFi 就丢了。我丢的过程是这样的，我在马德里的街头正刷手机，小某书给我推了一个帖子，说注意，在西班牙，这10样东西最容易丢。我说那我得赶紧点开看看，我就点不开了。我的移动 WiFi 开始移动了。而且那个博主还说，他说最松弛的事儿就是夏日的午后，在西班牙的草地上躺整整1天。不可能，根本躺不住，太热了。我去的那个城市最高能热到45度，各位45度什么概念？我一点没骗你，我在路上看到一个人在遛狗，那狗是跳着走的。我说那会不会本来就是个袋鼠啊？来西班牙旅游热成狗了。而且45度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导游告诉我，那个城市为了不放高温假，天气预报就报到45度。换句话说，就是外面无论有多热，你看天气预报45度，外边热的一个老大爷已经烧起来了。波尔多45度，45度老大爷能烧起来，那是一个燃点很低的老大爷。白领老大爷，红领老大爷要260度才会烧起来。这种天气你不存在躺1天这种选项，你要么就是躺一会儿，要么就是躺一辈子。本来想躺一会儿，结果躺了一辈子，躺在白领老大爷旁边，直接就火化了，了无痕迹。我后来问我一个朋友，我说人为什么一定要学会松弛感？我那个朋友跟我说，你看苏轼，一生多次被贬官，但他毫不在意，仍然坚持消费，每天买300颗荔枝来吃，就是因为他松弛。我说那太好了，赶紧去看看《苏东坡传》。各位，我认真看了书才知道，给你们科普一下。丝毫不在意自己被贬官的苏轼，在第一次被贬官黄州之后，就写了将近200首诗，来表达自己丝毫不在意被贬官。我说有没有可能皇上本来也没想贬那么多次啊？皇上就单纯想追更啊？皇上说苏轼最近还写吗？没写，贬到海南。然后后来在想，真的学不会就学不会吧，紧绷就紧绷吧，也不要那么在意别人的眼光了。你想想我的偶像梵高，他一生也受尽了别人的批评和攻击，但他丝毫不在意，因为别人的话，梵高最多只听进去了1半。右半边听进去了啊，左半边没有。但我学松弛感的过程中，真的学到了一个东西，分享给大家。我觉得真正的松弛感，就是你拥有自由选择自己生活的能力。所以我也决定，我要自由的选择过一种紧绷的生活。而且你想想看，梵高也是因为自由的选择了自己的生活，才最终成为了梵高。所以今天我也要坦然地说出来，我之所以会是现在的刘洋，恰恰就是因为上户口的人打错字儿了。我是永远学不会松弛刘洋。